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每周三早上9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20日，星期一，农历11月初7。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选区办公室遭破坏 ，Simon Bridges 和环保人士隔空互怼。上周六，位于陶朗加的 Simon Bridges 选区办公室门前聚集了许多前来抗议的气候变化活动人士。昨天，这位国家党党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的选区办公室被全球环保抗议组织灭绝叛乱的成员破坏。抗议者将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滴在台阶上，其中可以看到该组织的标志。Bridges 写道：“我尊重你们抗议的权利，但不同意你们破坏他人财产，比如你们对我的选区办公室造成的破坏。”灭绝叛乱组织在 Facebook 上发帖称，这次抗议是为了回应全球石油巨头 OMV 在新西兰海域的活动，而 Simon Bridges 办公室门前的肮脏石油实际上是有机的蜂蜜。圣诞又有新去处，西海岸全新步道正式开放。8年前，派克河矿难29名矿工不幸遇难。之后，应遇难者家属的要求，新西兰在西海岸建设了全新的 Great Walk Paparoa 步道，以示对遇难矿工的缅怀。步道中的一部分会通向当年事发矿山的入口。11月30日 ，Paparoa 步道的开幕仪式在 Black Ball 举行。周日早上，步道正式对公众开放，当天就有数百人前往游览。该步道全长55公里，耗资1200万纽币，是第一个同时为山地自行车骑手和步行者设计的项目。步道途经原本不对外开放的一部分 Paparoa 国家公园。目前步道的中间段尚在维护，也就是说，游客无法走完整个步道，预计会在圣诞节前完全开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运回越南。越南外交部日前表示，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已被运抵越南，并移交亲属。据越通社报道，首批16名遇难者遗体11月27日由飞机运抵越南首都河内，其余23名遇难者遗体和骨灰于11月30日运回。遇难者遗体和骨灰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后，被移交给其生前家乡所在的省份代表，由相关省份送回当地，交由亲属安葬。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裴青山此前表示，为尽快让遇难者遗体归国，越南政府将先行垫付所需费用，遇难者家属可事后再将相关的款项交给政府。乌拉圭选举法院宣布，拉卡列当选新一任总统。乌拉圭选举法院11月30日宣布，在完成对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所有存疑选票的清点后，
民主党候选人路易斯·拉卡列波乌的最终得票数超过广泛阵线候选人丹尼尔·马丁内斯，当选新一任乌拉圭总统。乌拉圭选举法院公布的最终统计结果显示，拉卡列在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得票率为 48.8%， 马丁内斯的得票率为 47.3%， 另有部分弃权票和废票。马丁内斯已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败选，并向拉卡列表示祝贺。乌拉圭24日举行总统选举的第2轮投票。根据对绝大部分选票的统计结果，拉卡列和马丁内斯两人的票差不足3万票，但存疑选票约为 3.5 万张。乌拉圭选举法院28日表示，在对部分存疑选票进行听点后，拉卡列得票已经增加了4000张，这确保了拉卡列的最终得票将超过马丁内斯。根据乌拉圭宪法，在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获得简单多数票的候选人即可当选总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播报的。大家好，早上的7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就这样啊，悄无声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马上就要跨入到2020年了。我印象当中，当时千禧年的时候，就2000年的时候。20年前呗，20年前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还在讲说哇，要什么时候到了2020年，我印象特别深，就说哇，那个时候又是一个整数嘛，就感觉挺值得庆祝的。然后就还在讲说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结果这一眨眼我们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到了。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是吧？20年的变化确实是很多啊。当然了，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其实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这个1年好像过得也挺漫长的，但是你回头再看看的话，有时候觉得10年，甚至说刚才小娇说的20年，也是弹指一挥间。你想想自己千禧年的时候，大家无论是几岁，肯定都赶上过，或者是真的是你是00后，那咱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啊。就说都赶上过2000年的那个千禧年的庆祝，那个感受还真的就感觉在眼前。所以你看，一下子这就已经到2020年了，而且我还看到那天。有一篇小文章就在讲说关于到了2020年之后，就说呢这个时间过得有多么的飞速，他就提到说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1年当中，如果今年经济特别好，时间就觉得过得特别快，因为你是在非常忙忙碌碌以及呢这个充实的生活当中度过的。但是刚刚过去的这2019年还没过完嘛，反正最后1个月啊，就说的这2019年呢，由于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各地的这种动荡的局势也比较的纷繁，所以大家相对来说会觉得2019年过得比较的漫长，或者是就是好像总算熬到了年底的那个感觉。但是你要回忆一下去年的圣诞节，你仍然还是觉得就在眼前的感觉，不是吗？是，这倒是真的。就是尤其是今年啊，你比如说这个圣诞游行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快呢？然后就又来了，对，那几个以前就有的这个固定的那几个花车，有个什么蒸汽朋克那种什么大恐龙啊之类的啊，今年又一次再出现了。然后还有今年也有新闻说好像那个 Farmers 的那个圣诞老人，好像今年也是最后一次露面了。对，所以有时候想想哇。真的，时光如水，生命如歌，感叹呐，真的是感叹。不过呢，这个周末虽然说啊，这个进入到了12月，也进入到了所谓的圣诞月，很多人呢都开始准备要进入到假期当中了。但是这个世界呢，仿佛并没有要消停的意思。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真的是非常的混乱，好消息和坏消息混杂的出现在了新西兰和世界各地。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也会有非常丰富的新闻内容来跟大家说。世界一乱，我们就丰富了，也不知道这是一个
值得开心的事，还是可能对于我们职业来说，这是个开心的事儿。世界太和平了，要我们干嘛？对吗？对，是就没有我们也没啥事儿报了。但是是这个相对应的，看到这么多类似的新闻，也是并没有觉得特别的舒服啊。来，我们还是快速的跟大家，在我们讲具体新闻之前说一说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有很多新闻内容呢，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周末都听到了个大概，但是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具体的内容。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要提到的是伦敦的这一次的恐怖袭击的事件。那么现在看到呢，除了我们已经知道有3人死亡，其中当然就包括了这个袭击者本人之外，那么现在看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说这个嫌犯现在已经应该不叫嫌犯了吧，就这个行凶者，对，或者说肇事者，对这个事情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详细说，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叫法还真的是有点难以界定，对吧？对，你说叫嫌犯，他嫌啥呀？还有什么嫌疑呢？这明明是他做的。但是现在就是看到的结果是说什么呢？他曾经是因为恐怖袭击事件入过狱了，但是提前释放，所以呢，现在又再次犯案。整个英国的民众看到这件事情之后，也都无法再坐住了。是，这个事情本身也是，虽然说跟有的这个恐怖袭击比起来，它的这个伤亡人数一个也算多吧？对，我们只是说这个具体的说人数是少一点，但这个事情的性质其实是一样恶劣的，而且呢，它也有一些这种比较具体的做法其实它本身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制造恐慌。那这个事情现在一出来也过去好几天了，那除了说民众的一个反应，那官方的一个反应，包括英国的女王、英国的首相也都是就这个事情有过一个这个表态。但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说屡禁不止，或者说在这个背后是不是隐藏了什么我们更应该去注意的？你比如说这种对于恐怖组织、恐怖活动的这种预防，其实都比较，你想他都是一个前犯了，你提前释放什么呢？出来之后又造成这种事情，那也难怪民众会觉得非常的愤怒。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把这条新闻当中据后边的很多的掌握到的最新消息跟大家来做更新。那么新西兰方面说到案件呢，也把这件事情快速跟大家来更新。上周五我还在抱怨嘛，我说这个北岸慢跑女子的被打的这个嫌犯到底什么时候能抓住？我们新闻刚结束不长时间他就抓到了，抓到的最后呢，确定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我们当时看新闻的是说他周六会上庭，但是后续没有任何报道。我这个周末一直在找，没有报道了，所以我不知道最后上庭的结果是什么。但总之是抓到了，我们再来跟大家具体更新吧，看到有什么样的结果再来跟大家说。但确定的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政府现在是发布了一个25年以来最大的校舍的维修计划。那么大概要花多少钱呢？大概有4亿纽币的这么一个专项资金会投入，相当于每个学生就能平均到700纽币的这么一个金额。这说到的就是这个周末工党呢举行了他的年度大会，就我们说每个党不每一年都要开一次年度大会嘛，所以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就是我们的执政党工党的年度大会，所以是备受关注。那么在这个年度大会上呢，宣布了很多内容，其中包括了新的党主席，这个人也算是一个他的整个现在的生涯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我们一会儿会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说。除此之外，就是宣布了这25年最大的校舍计划4亿纽币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计划到底会不会给所有的学校、老师还有学生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那么一方面呢，大家觉得这是一笔大的投入，无论如何都是好的。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那么也在这个周末期间呢，我们是看到在工党的年度大会上，我们的财长也说了，大型基础设施的支出是时候要去做一做了，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4亿纽币。那钱从哪儿来呢？财长说的原话是说，此时此刻是新西兰千载难逢的借债好时机。言下之意，这个钱就是得借呗。对，那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钱值不值得借，另外到底我们是不是所谓的千载难逢的借债好时机，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讨论好，那另外呢，刚才的整点新闻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国家党党魁 Simon Bridges 他的这个选区办公室门口，以前我们说被人泼油漆什么的，这次一开始就以为泼的是什么油之类的这种东西，后来也是经过证实并不是油。但是为什么会对他意见这么大？为什么选他的这个选区办公室的门口
作为这么一个作案的场所啊，对它有什么意见，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本地新闻的部分跟大家详细梳理。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国际。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的7点18分，我们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虽然进入12月啊，有的学校呢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入假期了，比如说大学，我估计现在都已经差不多期末考试也结束了，但是呢，并没有说路况就变得特别的通畅。我今天刚刚啊，在7点15分左右的时候，我刚打开路况的时候，还看到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没有什么红色交通拥堵呢。我还想说，我说哎，今天还不错。结果呢，就在我们节目就是这一节进来之前啊，我刷新了一下页面，哎，就变红了。所以说啊，真的是时间，我估计越往7点半后边靠拢，估计拥堵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有一些路段其实已经开始出现黑色大塞车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给你提个脑筋急转弯，什么时候的路况最通畅？圣诞节。
没有网的时候路况最通畅。好了，这会儿有网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况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啊，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现在是在应该说是在1号和连接20号这附近呢，有一段的红色交通拥堵。那么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经过 Eastern Market 到 Mount Wellington， 现在断断续续的都是黄色车多的一个情况，暂时没有交通拥堵。那么另一段出现交通拥堵的呢，是在 Ellerslie 到 Greenland， 也是红色交通拥堵的。过了 Greenland 之后，往 Cabot Pass Road 现在同样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才恢复畅通。那么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今天是非常的五彩斑斓啊！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就可以看到那个红、黄、橙、绿都有，只是没有蓝。如果有蓝的话，估计也能够显示出来，就是非常有蓝就坏了，有蓝开到海里去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路况上比较复杂，前半段呢，在 Royal Road 这附近仍然是黑色大塞车，然后到 Lincoln 又是红色交通拥堵。Lincoln 到 Teatatu 这一段恢复了绿色行驶畅通，然后在 Greenhouse Road 啊，什么 St. Luke's 呀，还有前边啊这个Rosebank 啊左右，就是很难讲这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一会儿又黑了，所以也不知道不明所以啊，所以大家就当它都堵吧，好不好？从那个 Rosebank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现在都在拥堵当中。那么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则是非常堵，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了快到 Barrow Valley， 全线黑色大塞车，偶尔中间空出来一点点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Barrow Valley 之后，一路也是红色交通拥堵到 Eastman Road， 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同样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va 之后才恢复畅通。小路上 Eastman Road、Oniva Road 都堵成了黑色大塞车，所以就大家按照正常时间赶紧出门吧。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一下驾驶的安全。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22分啊，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刚刚在笑什么？就是我每天早上不是会把那个新闻早知道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上嘛？没错，也包括了什么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然后呢，我看到有朋友就是习惯性的会把我的就是新闻早知道当中的其中哪一条他特别感兴趣，就把它截出来，直接变成他早上的讨论的那个话题，然后再评论2句，就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得出来是我写的，我不是1、2、3、4前面会有一个不同的那个对，是有一个符号，他也不把那个符号删掉，就是很明显的是在说，你看我看了你的这个新闻，然后呢我转发啊，我来评论，就很可爱。而且现在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一起来讲新闻了，然后给我提供什么新闻线索。没错，告 Q 我明天要讲什么样之类的。对，上一周就有的朋友就直接艾特我们说，哎，你们明天得讲这个啊，我就会真的讲啊，因为我看到了之后也会跟他探讨要讲的。也是，确实是大家对这种新闻的这种怎么讲的新闻价值这种甄别哈，还真的是新闻敏感度还挺强。所以你说我们多牛啊！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小记者散布在奥克兰，我们不是新西兰各地，我们不是2个人在战斗，是吧？好了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这一节先从国际新闻开始跟大家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当中呢，其实世界不是很太平。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英国伦敦桥发生的恐袭事件。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经过了2天之后查到的一些相关的细节的内容。是，那么这个事件的本身，我们也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具体发生的时间是在英国伦敦当地的29号。那么这个事件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现在已经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这个恐怖袭击了，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呢，他是持刀，并且呢身上当时是绑有。据说是这种自杀式炸弹背心，他说有，最后被证实呢，这个炸弹背心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冒牌货是个假的啊。那在这个行凶的过程当中呢，是目前为止已经有2人不幸遇难，那么同时呢，现场还有很多人受伤。那在警察赶到的这个同时呢，其实现场这一点倒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重点，一会儿来稍微铺开了说一说。就是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经过的这个民众啊、市民，也是非常英勇的上去跟这个歹徒进行搏斗啊，协助警察。当然最后呢，没有制服，被警察是当场击毙了。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去鼓励，不叫鼓励吧。当然了，这件事情在英国方面，这个歹徒之所以没有造成特别大面积的伤害，主要也是跟现场有3名所谓的，现在英国在讨论啊，要不要给他们发勋章，是不是作为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真的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去制服了这名歹徒，才最后呢，就我们看到伤亡的人数没有特别的大。那么警方当时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声称自己身上有炸弹，才最终决定把他现场击毙的。可是这件事情呢，我始终都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还是，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警察，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吧，我不会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儿。我明白你想说的意思，因为这个万幸是最后确认了这个自杀是炸弹背心，它是个假的。如果是真的话，你往前一冲，它情急之下，这个歹徒把炸弹背心引爆了，可能造成的破坏或者说伤亡会更大。而且你知道，他虽然手里拿的是刀在那边行凶，你知道他兜里揣没揣枪呢？就可能是我自私啊。当然了，这种大无畏的勇敢的精神，我们是要去鼓励的，而且我们要去赞扬的。但是我这种小市民啊，自私的心理，我就会，如果是我身边的人，我就说不要。我不觉得，保命很重要，尤其是如果你要跟身边的人说。所以这种英雄、这种勇敢也被当时的，就是我们说英国的官方都在说他们是多么的英勇的，这种勇气啊是无人能敌的。但是我不觉得是一件多么特别值得去鼓励大家都要做的事情。不要号召大家去向他们去学。当然话说回来了，这些有一些见义勇为该挺身而出的时候，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本地新闻提到，你像这个连续在北岸这边袭击了4名这个女子的这个人，你碰见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凶器，在你能够首先你怎么知道没有呢？我就是在想，那这个东西就是根据现场的情况看命吗？对啊，其实这个东西你要说真的你放任不管的话，其实我觉得倒也不是很正确。但就是说，第一看现场的情况，对吧？第二，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及时的伸出援手。那么这一次值得肯定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说现场有应该说是市民挺身而出，另外一方面呢，警察也是要给予表扬的。整个的这个事件呢，只用了5分钟，行动非常迅速，而且呢，处理的结果到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失误跟差池。对，虽然说有人呢是在不幸死亡了，有1男1女啊是在这次事件当中不幸死亡，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警方的响应速度啊，整件事情的处理的方式，还是获得了民众的赞许的。就说起码他第一时间赶到了，而且是第一时间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方式，把这一个嫌犯给制服了，及时制止。所以说这件事情呢是值得以肯定的。但是这是表扬警方，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整个英国的司法系统，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得到了大家民众的一致的诟病。原因就是什么？这个人已经查实了，他不是初犯。他曾经是参与过恐怖袭击事件的，而且是被抓起来送进了监狱当中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服刑还没有完毕就被释放了。释放出来之后，恨不得第1天，他就又出来犯事。当时又投入到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当中。所以这件事情就被民众又诟病了。那你怎么确定为什么会把他释放了呢？那这个事情呢，到最后啊，11月30号当天呢，就是在这个惨案发生的第2天，伊斯兰国组织，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IS 啊，对他呢，宣称要对这个事件负责。那么，而且通过他们的网站也表示说啊，这个袭击呢是由他组织内的一名武装分子实施的。这个人呢，现年28岁，他叫奥斯曼汗。那么他呢，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恐怖主义罪行就已经被捕了。然后12年的时候被判入狱，一直到2018年12月，就是刚刚释放了才1年。对呀。但是
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恐怖主义的活动，其实它要策划实施起来也是需要一定过程的。不是在一个他之前参与过恐怖袭击事件，怎么可能入狱就是6年就放出来了呢？这也是大家觉得很不能理解的事儿。大家要知道，每个国家对于恐怖袭击的这个事件判刑其实是很重的。像他这种6个月就放出来，然后就一男一女死在了他的刀下，这让民众会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所以现在正好又赶上，这不是英国大选在即嘛，所以又有民众出来呼吁说了，对于整个的这种刑法，尤其是对恐怖主义，就说你其他的刑法，你什么人权啊这个那个的，你说就说了，对于恐怖袭击事件，你还讲什么所谓仁慈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该罚该干嘛就要干嘛。所以其实这也是大家就说了，正好大选嘛，所以民众也说那借不好，为什么不就此机会，看哪个政党能就此事也做出一些改变？没错，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很多朋友也容易跟2017年6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伦敦桥附近发生的另外一起恐怖袭击面包车撞人的那个，对，就是面包车撞人的。而且呢，这两个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是地点就在附近吧，跟伦敦桥的周边，一个是在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时在2017年6月份的时候，也是距离英国的这个大选不到1周的时间啊，对当时的这个特蕾莎梅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么现在呢，你看，29号，然后距离大选也就是满打满算2周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对现任的这个包括约翰逊，包括科宾。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来看吧，看在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去安抚民众。如果要是不知道这个嫌犯的背景还好，知道了之后，那相关的一些问题就都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看会不会正好因为它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来看看会不会对大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错。那在事件发生之后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也是对遇难者包括受伤者的本人和家属都表示了这个哀悼和慰问。那么英国首相约翰逊呢，在第2天也是视察了案发的这个地点，然后他也表示说要加强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判刑力度，这个就像我刚才你说的，对该重判的时候一定要重判。还有一个细节啊，这样这个就说到这儿，还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跟大家来稍微分享，就是说所谓的那个不是出来3个人拦下了这位嫌犯嘛，其中有一个人，现在呢，民众对于他到底要不要给予，比如说勋章啊，或者这个英雄称号啊，也在讨论。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人曾经是个杀人犯，是真正的杀人犯，而且是被判了终身监禁的。但是后来呢，是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被假释出狱了。而且他当时去制止歹徒的时候，就说呢，说他整个的是刚刚等于说从监狱出来，结果呢就赶上这么个事儿。然后大家就说，那在这件事情上。就这件事情过了，他到底应不应该？比如说，要是给勋章啊，或者是最后英国决定了，那他应不应该给？然后我看到民众很多的态度就说2码事儿，他以前犯的错误是犯的错误，但这件事情上他的确是挺身而出了，那该给的还是给。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哇，对吧？他什么原因、什么目的你也不知道，这个很难讲。是这个人呢，反正是现在大家对他的评判是2种态度，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2码事儿，对，那既然他有过这种不良的以前的这种前科，那该判也判了，该关也关了，对吧？那这个事儿就你不能说一笔勾销吧。你说到这个该关，那个嫌犯后来不被发现嘛？他其实还带着脚环呢。就是我们说他不是说他前面是因为恐怖袭击入狱了嘛？后来他为什么会被提前释放了？就是他所谓表现良好。态度端正，你说这个恐怖袭击者，然后呢，警方就说了，说他们达成的 deal 就是说他要佩戴脚环，就可以被监控嘛，然后出来，结果他还带着脚环的过程当中出去恐怖袭击，所以这个英国民众觉得更不可思议。这个监控力度这几乎为0嘛，这是。再一个就是你怎么能相信他就改邪归正了呢？那个意思，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嘛？这个细节我刚才忘了。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们来持续关注，看看英国到底会怎么样去走。那么说到了这个案件呢，其实最近澳大利亚有点乌龙。
我觉得他们反正这算不算是也是及时改正呢？反正这个情况也料到了，是吧？上周的时候咱们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也说，因为当时很多的情况已经逐渐的浮出水面了，就对这个说是一个。尤其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间谍是吧？这个完全无稽之谈。那么现在呢，澳大利亚方面也是对这个事件呢，现在进行了一个更正。那也没办法，你不更正也不行了。澳大利亚的天空新闻台呢，10月29号啊，他就援引澳大利亚情报界资深人士的消息，他就说，现在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啊，对这个自称是中国高级特工的王立强啊。身份表示高度怀疑啊，因为消息人士直接就说，他说这个人呢，他一开始跟我们声称的什么，他又掌握了多少的消息，又执行了多少的任务，但是后来我们经过一了解，发现他对澳大利亚安全机构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用处，也就是说他这个信息。但是你看啊，他的点在这儿，就是他并没有说，比如说像我们看中国的报道或者掌握到的一些讯息，就是说这个人根本就跟间谍什么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一个犯人，是一个在逃的犯人。但是你看澳大利亚直到现在他媒体报道的仍然是说他是一个从事低级别工作的，就是类似于说他仍然是间谍，就是所谓的这个情报机构的，只是他从事的是低级别的，所以对澳大利亚政府无关。他仍然认为，或者是说他就坚信或者自己在坚持，他就是间谍，只是没有他说的那么厉害，并没有去从事什么香港、这个我们说台湾的一些情报的一些工作，所以对澳大利亚没用。但是他不会承认说这个人不是间谍，你看到他的区别了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怎么讲呢？他从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来说，你有用跟没用。但是跟你是不是间谍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吧？你即便是给我们的信息再没用，你是间谍，那说明有这个事儿。或者是在民众，我们也说啊，这件事情也不用去藏着掖着，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当中去批评中国，这是政治正确。你如果是比如说媒体也好，或者是我们说你政府面临选举也好，你不这么说的话，可能会被人家说你是政治不正确。是，来，这会儿我们现场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我们接进来。喂，你好。早上好。早晨好，早晨好，听你们讨论那个王立强，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因为王立强，不管他现在是间谍好还是不是间谍好，这个也不是我们评判的，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因为王立强后面牵出了多少事情，你们知道吗？哎呀，这个事情大了去了，是吧？对，所以你怎么有可能说？就是用我们的语气来说，它不是呢。那你怎么能肯定说这个东西啊？就像你说的，是与不是，那你怎么又能肯定它是呢？这就媒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要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它的本质，而不是听信什么东西。因为如果他什么都不是，你比如说小娇把你抓进去了，你能供出什么来呢？他说的这些话，我觉得这么说啊，他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也能，就是他说出来的这些信息，其实在新闻媒体当中是被曝光过的，或者这么说，就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的间谍是做什么的，很多书啊上面都有写，所以他掌握的这些信息，我也能说得出来。所以不仅仅是他，你说出来，你能抓到向新这样的人吗？这么准确的人能抓着吗？你知不知道？你还有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抓出向新，这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啊！向新90年代就已经到了香港，到现在已经20-30年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件事儿，当然是知道，好吧？这个我们就这么说吧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别的听众有什么样的观点，好吧？谢谢啊。那反正我就觉得你们多看一点，广泛一点，然后中立一点的来讨论，不要下结论，好吗？好，谢谢，拜拜。感谢您的建议。好，这位听众他就是更倾向于觉得这件事情他是间谍，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觉得他掌握到的很多信息是外人不可能掌握到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媒体现在也是仍然在说，就他们认为说只是低级别的，所以对澳大利亚是并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他并不会说他不是间谍，因为他觉得他掌握到的一些信息是别人掌握不到的。但是我们也听嘛，就是这个澳大利亚不也说了嘛，他既然觉得，我是认为啊，这我个人观点，如果他认为澳大利亚觉得他的这个级别，或者是说他掌握到的这个信息是低级别的，对澳大利亚没有用的，那换句话说，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有可能，就是是不是不要通过他谁都能够获得的，或不是说谁了，就是稍微可能了解一些都会知道的信息呢？没错，所以这个事情呢，到现在包括上周四我们跟皮尔老师连线的时候也说，其实间谍这个概念或者说它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广的。你比如说军事情报方面的、经济情报方面的等等等等，很多这种信息也好、数据也好，都可以拿来收集，作为一个对，比如说你某一个特定国家的这种分析。所以说呢，你也很难界定说，只要说他是一个间谍，或者说他只要给你提供了情报，就给他定义一个间谍的身份。那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目前为止哈，一个是澳洲这边自始至终都是这个间谍的身份还没有丢，只是说可能它的重要性，他觉得他或者他提供的信息没有那么重要了，并不是澳大利亚不知道的，或者那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是这么说吧，就是个人观点啊，只是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给我的感觉是，应该是这个王立强，他自己可能从不同的渠道掌握到了一些信息，然后他就自己去说他自己是间谍的身份。那到底是不是国家的间谍？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不可能。所以说大家啊，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嘛。这个新闻反正内容就放在这儿，有很多的信息呢，也是外界去传播的。那大家可以看到信息之后呢，自己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观点嘛。也欢迎大家来说。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各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啊。有人就觉得说，我们的听众会觉得刚才那位打电话上来的听众说的没有什么，他觉得不对，或者他认为是说。还有朋友也在问啊，他说这个向心是谁？间谍工作这么好找吗？谁帮忙介绍一个？当然也是开玩笑了。间谍这个东西呢，咱们可能更多的了解，比如说从什么詹姆斯邦德呀、007呀，对。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说那个美国的那一位去白宫的，然后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他傻，就说那个女生傻。说他如果他要是像那个王立强这样稍微透露出一点什么讯息，背不住就被美国保护起来了，还关，哪会判8个月呢？对吧？就是你很难说这个背后，比如说他个人，包括假如说他代表了某个什么利益集团也好，或者什么这个机构也好、部门也好，但是肯定会有一些这个目的吧。现在就是看他这么做到底目的是什么。那澳大利亚呢，当局能不能从这个事件当中，真正的看到这个？我们讲就是抽丝剥茧吧，看到事物的本质。你即便是说他是个间谍，但是也是个低级别的间谍，那别被他骗了呀，要不然给他一个政治避难，结果发现一点用都没有，是吧？这也是闹笑话。现在反正是说是感觉没什么用，没什么用，这背后有很多的讯息透露出来，大家自己品吧，好不好？是。好了，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啊。还有电话，要么接一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你好。我就是还是想说一下这个事情啊。您讲。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就是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说，不要纠结在他是间谍或者不是间谍，因为这个事儿太复杂。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要是看现在全球各大中英文媒体的报道，我觉得应该我们总结出来是说，重要不重要要看他引出来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全世界各地，比如说现在在台湾发生的事，把谁谁谁抓起来了，把谁谁谁抓，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引发的后续，可能会给很多听众一个提示，一个 clue 啊，比如说就不会有人问向心是谁，怎么的，因为很明显向心是因为王立强牵出来的。这个你们认可吧？是，网上也有爆出了之前这个向心啊跟王立强一块还拍过有照片，对吧？说明这两个人是有认识的。就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比我们纠结在两个人讨论他是还是不是，现在的间谍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他不一定是高层的，他可能从事的事情，这个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你不要紧张，因为什么不要紧张？各国都有间谍。是。这个又不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产物，这个所以你们不用care 很多东西，但是重要的是给听众和观众一个完整的图像，就是尽可能完整的说，因为王立强先把真假放在一边，但是因为他引出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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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各地的事情，那你再回过头来看，是真是假不重要了，已经，因为他已经引出抓人都抓了。所以这个抓人在你看来是为什么那么让人觉得重要呢？就是他抓了谁，为什么让你觉得是个很大的事情呢？其实小娇，如果你再多看一些，你就知道抓的这个人有多重要了。
你说说嘛，正好我们现在还有2分钟，对吧？给我们也补补课。牵扯到了太多台湾的问题、大陆的问题，这个才是应该我们关注的，就是他可不是随便就是抓了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个抓的这个人，那你们有空的时候你们上网去，上 YouTube 上去看一看，就是说现在牵扯到了多少人出来，牵扯到了多少失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已经超出了新闻的范围，真的是像故事一样，而且这个没有什么假的，这个现在已经是被证实了是真的。好不好？好，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对这个事情这样，我们如果要是有听众愿意讲的，可以上来讲一讲这个故事嘛，对不对？我们俩没有看到，或者是我们的信息了解不够足够，那上来就给我们讲讲嘛，你看到故事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故事。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一节啊，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办法就这个事情再深入的进行讨论了啊。一会儿回来，我们跟大家继续的再就国际方面的一些新闻，我们接着来聊。好了，时间关系，稍事休息一下。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 63882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说国际新闻啊，有的朋友说那个说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时间，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也想再让我浪费一点点时间啊。欢迎大家，我刚刚呢去搜了一下，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是我一开始只是看了一眼，没当回事儿。但是我听了那位听众之后呢，我又回去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然后我仍然不是很不明就里，明白就是它重要性到底有为什么那么大。所以说欢迎啊，就是可能我看到的故事还不够全，对，不够像我们刚才听众说的那么精彩，对一些东西也看不了那么全，或者说对。但是如果他要是真的像比如说这个新闻当中爆出来的，说整个的所谓中国的间谍网被他们类似于像发现了一个重要人物，说牵涉出了很多的类似于像整个台湾的间谍的头目的这个感觉，那是不是背后有很多的所谓的精彩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哎，我们这边又有一个听众，来，你好，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哎，你好，早上好。我想说啊，在网上看东西哦，我就感觉我们都要有一个警惕的心，因为我感觉他们那个作假的很多了，乱说的也很多了。是看了自己要认真的分析一下，是真的是假的。就是这样，好吧？好，谢谢。这个是真的。当然，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句话，我就说呢，现在啊，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敏感和比较极端的一个时期，不叫极端了，反正就很敏感的时期，大家都会去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的内容。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说这个东西是真还是假。就像我们同样的，其实我们跟所有的人也是一样，也许我们也是被所谓洗脑了，我们也是只会相信我自己想要去相信的内容，而没有办法，或者是根本就不去看，或者看了也不在乎那些其他的信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对，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本身我们是就这个最近这个关于王立强事情，澳洲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啊，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做一个跟进。那就是说，澳洲这边呢，现在对于王立强的这个，咱们都不说他的身份的真实性啊，咱就说目前你看情报机构也说了，对我们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对吧？人家但是你没有听明白，人家的意思是说他不重要，是背后的那个才重要嘛。刚才我们说的向心才重要。那我们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持续的去看嘛，我们多方面的去收集信息，对吧？多听多看多了解。对呀，所以我就说嘛，到底我没看到向心什么内容是，赶紧上来给我讲一讲嘛，对不对？总会有我们就是了解的比较清楚透彻的这一刻，对吧？这样子啊，如果知道的肯定是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信息，推给我们什么东西给大家看看嘛，大家也共同去看一看，对不对？一块来了解一下。说到这个，比如说有人也提到说王立强事件牵扯到什么这个影响选举啊，怎么这的。然后最近这几天啊，这个因为英国的选举马上12月12号要进行了，那现在呢，约翰逊就是隔空喊话特朗普啊，说你们不要干涉我们即将到来的英国选举啊，可不可以？然后美国方面就马上说，他说我们可没有，我们没有插手你们的这个选举啊，你们不要给我们扣帽子，就是一个隔空的这么一个回应。那这个事情呢，也是29号，约翰逊呢在伦敦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上就表示说啊，希望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不要对英国即将到来的选举进行干涉。那当然，这个干涉可能也多方面的，我们就刨除说幕后的一些有可能的一些动作，对，就说表面上的有可能他在参加峰会的时候，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言论什么的，这个因为毕竟是公众人物嘛，又是一国的这个元首，美国总统，我说句话肯定也有一些人就受了我的影响了，所以没准也是指这方面说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反正说影响选举，各个地方不都在说嘛？美国说受到了俄罗斯的影响，俄罗斯说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这各个方面，现在英国又说受到美国的影响，到底有没有影响？影响有多大？他会不会决定选举的最终的结果，这都不好说。反正现在都是互相喊话的阶段嘛，对不对？对，那这个事情呢，也是美国方面回应，也就是说啊，他说特朗普呢很清楚这一点啊，虽然他本人也很喜欢约翰逊，但是他很清楚啊，他们是不会插手别国的。这个说法也是有点驴唇不对，本身约翰逊人家说你不要干涉我们的选举，然后他说虽然说他很喜欢约翰逊，那言下之意就是约翰逊故意喊千万不要做我的队友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思的事儿哈。好了，那么既然说到了，刚才不是说到俄罗斯嘛，快速的跟大家最后2分钟啊，分享一个相对来说轻松一点的小新闻。就是普京不是每一年都会发个日历嘛？对。然后一直都是以硬汉的形象出现的。没错。比如什么开飞机呀、开潜艇啊、钓鱼也是光着膀子一身肌肉是吧？看起来很硬汉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今年的这个2020年新出的日历呢，普京在里面的一些图片明显的就温柔了很多。这还叫温柔？除了封面啊，你看封面是一个在使用狙击枪，然后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月份的啊，就是他跟好像是沙特吧，对的，对，然后呢跟在聊天啊，也是谈笑风生的这种感觉。那包括呢也有一个图片，他抚摸一个这个小豹子，看起来也有铁汉柔情的这一面。不是抚摸的也是豹子。啊，那倒是，对吧？真的，他有没有抚摸一只小狗？其实也就是说呢，可能今年从这个他的形象上来说，普京可能更愿意给大家一种怎么讲呢？稍微温柔点的更加的有亲和性啊，或者更加友善、更加温和的这么一个形象。以前摸的是大豹子，现在摸的是小豹子，好吧，还是有点区别吧。对，那么好了，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每一年，我们也知道俄罗斯人民对于普京的那个喜爱，他的这个日历啊，每一年都卖的。无比之好，卖的可快了，热销产品啊，加印好多次。就说到这个照片儿，这个我不知道特朗普是不是故意的。这是你看这个27号的时候，特朗普发这个照片，正好是我看到新闻的时候，好像也是在27号前后啊，普京的新日历出来。但是特朗普呢，人家没印日历，人家就在自己的这个好像 Twitter 上面发了这么一个照片。但这个照片呢，可能明显的，一会儿我发群里面，咱们群友看看啊，这个明显的就是从当时史泰龙演的一个系列的电影叫 Rocky， 他在里面的一个造型完全是一样的，对吧？他就是把脸抠下来，只是把脸抠下来，就是我们说的 P 图嘛，换个头。所以这个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一个讨论啊。有的网民还特意扒出来特朗普之前的其他的一些照片。这是真的拍的吗？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好像特朗普在我印象当中也没有这么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网友开玩笑。但是右边的，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图片，右边的这个在打高尔夫球的，这个应该是真实的一个。不是，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这真的是他的，肯定是 P 上去的嘛。对，但就是说呢，有的人说你发这个东西到底用意是什么？因为他就发了个图，也没有配文，所以人家不知道到底是想干嘛。完全就是因为正好时间点跟普京推出2020年的日历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但是他也挺有趣的，就是他就发了个这么个照片，没有任何的文字，什么也没说，就发上去了。是，然后呢？最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这个网友对说，他说：“哎呀，他说总统把自己头 P 到了 Rocky 身上，已经不正常了啊，我们感觉有点尴尬。”然后底下有一个英国的网友他说别担心，我们也有这么一个，真的是。他说约翰逊 ，Boris 约翰逊。但是我真的是不太明白特朗普这个用意是什么。也可能就是图个乐吧，也有可能。不过他也挺活泼倒是真的。没错。来，时间关系啊，7点5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带给大家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刚刚过去的周末也不太平。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2日，星期一，农历11月初7。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选区办公室遭破坏 ，Simon Bridges 和环保人士隔空互怼。上周六，位于陶朗加的 Simon Bridges 选区的办公室门前聚集了许多前来抗议的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在周六，这位国家党党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的选区办公室被全球环保抗议组织灭绝叛乱的成员破坏。抗议者将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滴在台阶上，其中还可以看到该组织的标志。Bridges 写道：“我尊重你们抗议的权利，但不同意你们破坏他人财产，比如你们对我的选区办公室造成的破坏。”灭绝叛乱组织在 Facebook 上发帖称，这次抗议是为了回应全球石油巨头 OMV 在新西兰海域的活动，而 Bridges 办公室门前的肮脏石油实际上则是有机的蜂蜜。圣诞又有新去处，西海岸全新步道正式开放。8年前，派克河发生矿难，29名矿工不幸遇难。之后，应遇难者家属的要求，新西兰在西海岸建设了全新的 Great Walk Paparua 步道，以示对遇难矿工的缅怀。步道中的一部分将会通向当年事发矿山的入口。11月30日 ，Paparua 步道的开幕仪式在 Black Ball 举行。周日早上，步道正式对公众开放，当天就有数百人前往游览。步道全长55公里，耗资1200万纽币，是第一个同时为山地自行车骑手和步行者设计的项目。步道途经原本不对外开放的一部分 Paparua 国家公园。目前，步道的中间段尚在维护，也就是说，游客无法走完整个步道。预计该步道会在圣诞节前完全开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运回越南。越南外交部日前表示，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已被运抵越南，并移交亲属。
据粤通社报道，首批16名遇难者遗体11月27日由飞机运抵越南首都河内，其余23名遇难者遗体和骨灰于11月30日运回。遇难者遗体和骨灰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后，被移交给遇难者生前家乡所在的省份代表，由相关省份代表送回当地，并交由亲属安葬。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裴青山此前表示，为尽快让遇难者遗体归国，越南政府将先行垫付所需费用，遇难者家属可在事后将相关的款项交还给政府。乌拉圭选举法院宣布拉卡列当选新一任总统。乌拉圭选举法院11月30日宣布，在完成对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所有存疑选票的清点后，民族党候选人路易斯·拉卡列波乌的最终得票数超过广泛阵线候选人丹尼尔·马丁内斯，当选新一任乌拉圭总统。乌拉圭选举法院公布的最终统计结果显示，拉卡列在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得票率为 48.8%， 马丁内斯的得票率为 47.3%， 另有部分弃权票和废票。马丁内斯已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败选，并向拉卡列表示祝贺。以上就是这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在经历了一整周的晴朗的好到不能再好的天气之后呢，这一周开始，新西兰全境将会迎来一股的降雨，但是呢，雨势反正今天看起来并不大。奥克兰是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依旧是比较炎热的，今天最高是24度，最低18度。北岛南部地区呢，则是阵雨的几率可能比北岛北部来的稍微小一点，但基本上也都是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最高是20度，最低17度。那么到了南岛呢，今天的这一股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西海岸，而且雨势不小。东海岸可能还是以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那么气温方面呢，也是有所回落。Nelson 的最高温度到了19度，20度以下了啊，最低温度是17度。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也是稍微回落了一些。基督城最高是23度，最低16度。皇后镇最高温度也是在20度以下了，今天最高是19度，最低12度。那么到了明天呢，这一股降雨仍然还会持续，而且雨势呢会比今天来的要更大一些。气温呢倒是没有影响，仍然是比较炎热的。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5度，最低是15度。惠灵顿明天的气温则是14到20度，大家可能要注意下雨了。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
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Resin 特价优惠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好，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8点钟过后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那么呢，再次跟大家来说，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在各个平台上有直播。前段时间呢是因为我们 YouTube 的主频道呢稍微有一点点问题，所以说改成了线路2，现在又回到线路1了啊。大家直接在那个 YouTube 上搜 Panda TV 37，没错，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大家记得点关注啊，以后呢我们有节目就会自动跳出来，来提醒您来到时候准时收看。对的，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哈。好的，那我们继续，就跟在8点钟过后跟大家来说新西兰新闻。在我们说具体的新闻之前啊，还是让我们快速浏览今天有哪一些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前一段时间从10月份开始吧，10月中旬啊，在北岸呢前后一共出现了4次啊，就是有人后来查实是5次，从8月份开始。8月份也是跟这个人有关的，好吧？那今天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更新了，算是。但是好在这个人终于被抓到了，就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他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17岁的一个小青年啊，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对。一会儿我们来稍微说一说啊。那么在这个周末呢，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执政党工党的年度大会。每一次呢，就是每一个政党的年度大会都会
攒着很多的内容在年度大会上宣布，有很多大事要说。对，所以这次工党也不例外。除了我们看到工党的新主席诞生，不是党魁哦，大家要注意，他呢是2个不同的职位。对，党魁当然还是我们的总理啊，现在就是说主席换人了，那换了谁？这个人啊，他的故事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励志了。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稍微说一说。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政府在年度大会当中拿出的巨大的糖果分给大家的，说到的就是政府发布了25年来最大的校舍维修计划，拿出4亿纽币的专项基金，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700纽币。是，那当然了，这个其实也并不是花在学生身上的啊，只是说主要针对的是校舍的这种修缮呀、维修。一会儿回来我们会详细说一下。除了这个校舍的维修，所有的跟学校相关的员工也会涨工资。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也是包含在这个4亿纽币的专项资金里面，不包括，另外额外。那一下花这么多钱，这到底从哪儿来？你说也有招吧？应该。对，我们也会跟大家就看到是也是同样在年度大会当中的，是我们的财长宣布说，这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支出是时候要好好的做一做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选来了，所以是时候该做一做了。那么大家就问，那是时候做，钱怎么办呢？我们的财长直接说了，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借债好时机。这个是不是个好时机？我们还真的一会儿说道啊。那看完这个呢，刚才整点新闻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啊 ，Simon Bridges 的选区办公室是遭到了一些这个环保人士吧，其实可以说是蓄意破坏了，只不过也没有说那么严重。门口被泼了一些这个不明物体，有点像什么油漆啊、糖浆啊，就类似于这种东西。但是呢 ，Simon Bridges 本人也是有点生气，而且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嘛，对吧？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嘛，但是你为什么要破坏别人的东西呢？这一点我是很不喜欢的。所以这个事情一会儿也说。还有呢，就是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在9点钟之后，我们会进入到杨议员时间。今天呢，跟杨议员啊也会有很多的话题可聊，但是总结，都是跟所谓的政治捐款有点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也让杨议员跟大家来稍微聊一聊这个政治捐款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是优先党。后来又是工党，国家党当然也被指责说关于这种政治现金不是很不知道很明确这种状态，所以一会儿我们也让杨议员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政治现金到底怎么回事儿，所以说怎么个运作方法，是不是沾上政治现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太解释不清楚，对，解释不清楚。所以你看这个布隆伯格也说嘛，我不要政治现金，我自己出钱参加选举。所以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好了，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说具体的新西兰新闻的内容。首先我就快速的告诉大家这个17岁青少年这个案件，对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呢，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连续的在北岸发生了前后，按照最新更新的消息，一共是5起，袭击这个女性的事件。那么一直到从8月11号到目前为止，这5个事件的袭击者，目前应该能够确认了，都是同一个人的。所为的，那么有其中3起是发生在奥克兰北岸 Morris Bay 和 Browns Bay 的附近，另外2起呢是发生在奥克兰的西区。那么被逮捕的这个男子呢，现年17岁，他本身说将会于上周6，也就是11月的30号，对，11月的30号会出现在青少年的法庭上。那么被控3项故意伤害、1项意图性侵和1项意图伤害罪。那么警方也没有说会不会排除另外的进一步的指控。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不说他周6上庭嘛，我就一直在等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新闻出来，然后就没有报道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上庭了之后怎么样了，有没有认罪呀？还是这个庭，当然了，不可能1天就结束嘛，也知道新西兰这个审理的程序有多么长，效率有多么的，对吧？所以说呢，我就在等，但是也没有等到消息。如果我看到再来跟大家说，好消息起码是这个人抓住了，但是呢，一看他的年龄，大家就明白了，而且他是在青少年法庭。是，而且这个事情我其实还有一点担心的，就是你知道之前去年的时候那个草莓藏针案，对，那其实不是一个人所为的，后来很多人纷纷去效仿他，就是可不要提，对，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担忧，就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人就是闲着没事干，吃饱了撑的，然后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你说年轻人现在尤其是新西兰很多在街上，如果大家去走一走，你就会经常看到那些，就你明显看他就在闲逛。对。
无所事事，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要做点什么事儿出来，就人生没有任何的追求，也没有目标，你就看到他们，你会觉得很担心，然后他们就会经常闹出。我们都是从 teenager 过来的，对吧？我们都明白那个时候荷尔蒙分泌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对吧？那你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离经叛道的事情也能理解，但是这种我觉得离经叛道也比无所事事来的要稍微好一点。就无所事事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怕。但是这事儿你说怎么给他们找点事儿干呢？有的人呢觉得比较上进的，说我参加一些这种什么培训呀，去做义工啊，对社区做点贡献，这个还好。但是他真的天天就闲逛，还就愿意闲逛。来，我们来看吧，反正到时候现在还不知道庭审到底什么结果。我看到了再跟大家说，这个17岁的少年为什么就上街要去打人呢？还就打女生，男的打不过，连续打，然后我们再来看吧，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会怎么判？怎么判？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吧？你说能怎么判？他才17岁。是不是？好了，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吧。对，来，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到这一次重头戏上啊，就是这个周末举行的工党的年度大会。那么年度大会当中的重头戏，当然就是这4亿纽币的专项拨款，专门就来用于修复破损的校舍。我们也把具体的信息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花这笔钱。没错，那这个计划呢，据说将会惠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平均下来啊，每个学生700纽币。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预估的数字啊，全国呢会超过2000家的学校受益。按照目前呢这么一个拨款的计划，新西兰大部分的学校都可以拿到拨款，但是具体说拿到多少，这个还不一样的。基本上这个区间是在5万到40万纽币之间。40万？一个学校有的学校能拿到40万呢。对，其实也不算少，好大的一个数字呀，对吧？然后他就说到这个40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当然要看你学校的规模，也看你比如说你学校是否真的是年久失修。但是这笔拨款呢，也有一些是被排除的，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学校是建于2015年之后的，比较新，不会获得拨款了，对，就是2015年之前。而且还有一个限制是什么呢？就是这笔钱你必须在2年内用完啊，就说你2年内申请，2年内开始建。那只要钱到位了，花完不是个难事，我觉得应该。这个就不一定了，是吗？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听到，就采访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呢就是这一次所谓非常幸运的获得了40万拨款的一所高中，全额拨款了。全额拨款，他说的确。首先，这是一个 Christmas present，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了这么一份大礼包了。你无论如何，作为学校的校长来说，那都是一份大礼，对吧？这个而且是他们呼吁了很久，终于拿到的，所以这个是前提。但是他就说了，他说这其中的限制就让他觉得不知道可不可行。就你刚才说的，2年之内钱到了那就花呗。他说现在在新西兰的状态就是建筑工人严重短缺。我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钱给我了，我要开始规划，对吧？我哪个学校校舍要修，我哪里要重建，我是不是要找人评估，我是不是要画设计图，我是不是要找工人来建，我能不能在2年之内把你的这个钱用完？他说这件事情他就等于说，他说你政府没有考虑整个学校的流程或者学校的实际的状况。他说你这个更像这是我听到校长他就原话说的。他说这更像是因为你开年度大会，你又要明年就要大选了，你一定要发出一个重磅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非常的兴奋，所以你才集体宣布4亿。如果你真的是为每个学校去考虑的话，你就应该早早的每一所学校每个学校要去拨款。你真的根据我学校的情况，我学校的速度，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再来看到底怎么拨款，而不是你今天就呼出去，你看我宣布了一个4亿，我又发钱了，好听吧？是壮观吧？他说你这个明显的就是你的目的，或者是所谓的你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不单纯的。对，这样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更合理一些的方式应该是我有哪方面需要，你也别一股脑的就把这钱扔给我，对吧？对，你别我需要我问你要就好了，我的报告只要你审批通过了，我是合理的一些这个开销，或者说确实是亟待修缮的一些设施，那我就是需要这个钱，你批给我，我也不要你一口气发过多少万多少万的。是的，就这个意思。而且你别在那边限制说我2年内必须得修完。那我就是现在不想修，我现在有别的活儿，你非得要让我把手上的活儿全放下，只为修你这个校舍，花完你给我的这些钱吗？是。来，线上有朋友啊，来，我们来接一下。我们接听进来。早上好。喂，你好。值班。哎。早上好。
早上好。今天小佳，我总算听到你说了一句，在国际新闻那个阶段，那个听众打电话上来，你也说了一句，因为你们也是平常的人，对吧？你们也有你们的喜怒哀乐，对，这也正常，这个真的是比较正常。但是我想你因为小佳时间也比较长了，自从和艾米尔之间咱们因为代班嘛，刚开始来，有些话呢，我总想说，就国际新闻吧，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对这个中国没什么好感，对美国特别有好感，这是我的想法啊，因为从新闻播放的节目中，原来你和叶尔的时候，因为都是你做主的嘛，几乎是听不到这个中国在这个世界，地方又那么大，人口又那么多，但是从来没听到什么新闻。或许你会说现在这个网络那么发达，因为我跟你说一下，小娇，对不起，因为我一个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从来不看网，因为就是玩这个，看网上电脑玩游戏把眼睛弄坏了。所以我总想从你们这个平台上面，能尽量多的获取一些信息。好。所以我想，当然你个人的爱好，就像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像国内的我们新西兰国内的新闻一样。因为我总感觉，当然你因为在你们台长，这工作你要拿他的工资没办法，按照他的旨意要播放，但是有些新闻呢，我想，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国家党无论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你也说的不多，那做的有点你认为好的拼命的说，工党政府执政到现在没有任何事情做出来都是不好的。你所播的那个观点就给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是，所以我想说说我的一点想法，小佳。好。那个台长他们领导有领导的意图，但是你作为这还真的不是领导的意图，纯粹我个人意图。那就更好。如果不是领导的意图的话，小佳，因为你也年轻嘛，这个工作还要干下去，而且你播放节目，你播音这个质量也都挺好，我真的挺喜欢听你的节目。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听你。谢谢。但是我就是想来提一下，有一些事情有些好，我控制，好吗？就是我控制自己的喜好，好不好？我没什么加油，就是还是希望一直想听你的新闻。好的，好，谢谢。那么就这样啊。好的，谢谢。好，我控制，拜拜。其实这个澄清一点，咱们这在比如说我没受选材、选题上或者什么，还真的是小娇我们比如说正常的就是该自己准备就自己准备了啊。这一点其实真的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但至于说我们有时候表达的一些观点上嘛，那咱们节目到最后也说了啊，这主持人的这个观点只代表个人观点，跟咱们的立场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啊，这个我们端正立场，这件事情播出4亿牛逼还是对的。这个钱播出去，我也是确定它是对的。但是那个担忧我还是要说的，比如说这个2年内到底能不能够花得完，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要给所有的这个教师们去涨工资。一会儿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正好到8点2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继续再把这条新闻讲完。就说呢，这个拨款除了我们刚才说修校舍的4亿之外，现在要给所有的员工，包括甚至是清洁工，都涨到生活工资。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真是变动好不好？蛮大的。好的，时间关系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
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谓讲，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勒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Scal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路况的信息。很堵嘛，大家上班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嘛。是，这节前了嘛，也就是满打满算最后3-2周，最后一哆嗦，那还是要积极一点的。现在就是各个高速公路上都非常堵，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可以从路况图上看到，不是黑就是红，哇塞，真的是。今天早上18号是什么样？这18号高速有点让人觉得意外啊。现在18号就是整条，这是往北岸走嘛，对不对？整条高速现在全部是黑色大塞车，哎。是，今天北岸有啥重大活动？那也不至于这么多人呀。这18号简直是堵到，而且也没有看见这个路面上有什么，比如说事故的这种啥都没有，对，提示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反常啊。这个西区最近不走了，大家都绕北岸走北岸，那是为什么呢？要走一下大桥？不是，那这绕的有点太远了吧？你就是走16号高速。对吧？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掉个头啊！如果现在在18号的，别往那边走了，往西区这边走还能稍微好点，因为北岸更堵。来，我们跟大家说啊，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从 Eastern Market 现在一路堵到了快到 Cabot Pass Road 全红。16号高速从 Royal Road 一路堵到了 St. Luke's 过后全红，中间还有部分黑。18号全黑。然后呢，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也是黑到差不多 Constellation Drive 之后全红，这也是好报。没错，对吧？没有别的颜色，所以大家就是稍微有点耐心吧。今天路况非常非常的糟糕，这星期一这样，那这2、3、4得什么样？那谁知道呢？但是再次提醒大家，18号高速的朋友，尤其是自西向东行驶啊，往北岸方向去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会儿这个路况真的是堵得一塌糊涂。如果说有朋友行驶到这个路段呢，安全的前提下，也不妨跟我们简单说一说，现在这个路上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吧？为什么会这样？来，那看完了路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财经方面的一些资讯。首先
先是股市方面，新西兰 NZX50 指数报11316.58点，涨109.2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98点，跌17.71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8051.41点，跌112.59点。那么汇率方面呢？今天的参考汇率是纽币对人民币4.52，纽币对澳币0.95，纽币对港币5.03，纽币对美元0.64，美元对人民币7.03。汇率实时变动还是以实际交易时价格为准。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刚说到了这个。工党刚刚出台的这个政策花了4亿。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涨工资，我忘了说什么，忘了说这个钱哪儿来。有人在提醒，就说你还没说呢，说这个钱到底怎么来？4亿纽币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先打断你一下，我们这边有朋友马上就说了啊，说现在18号高速到 Albany Highway 的这个下口，从南往北的那个路口现在是出车祸了，应该是比较严重，所以路面现在拥堵的非常厉害。谢谢我们的马路小天使。是，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路线的，这会儿最好绕行一下，因为不知道这个拥堵会持续多久哈。是，好了，那我们就说回到说这个4亿的这件事儿啊，其实啊挺有趣的。我要跟大家把这个时间稍微呢时空稍微转换一下。这个年度大会其实是从星期5就开始了，一直开到今天，足足3天的时间。那么先出来说话的呢，并不是总理，所以先公布的也并不是这个所谓的4亿纽币的学校的修缮计划。先出来说话的其实是我们的财长 Grant Robertson。那么他在说话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重点信息，就是说政府现在有计划要去大规模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呢，政府也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支出，专门就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呢 ，Grant Robertson 当时在宣布这个计划的时候，并没有说哪些项目，也没有说哪些方面，他只是说了，他说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会获得相关的拨款，但没有说具体的信息，根本就没有说哪个领域。先把这个话放出来了，然后结果呢，就第2天我们是看到总理就说了，首先学校这边其实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嘛，等于就应了前一天 Grant Robertson 说的话。那么 Grant Robertson 当时在说我们要投入基础设施支出的时候，就提到了钱怎么来。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其实现在政府正处于一个可以去借贷的最佳的时期。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因为我们有财政盈余；第二，是因为我们的贷款其实按照往年的那个历史基数来说，算是低位。第三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贷款的利率很低，这会儿很合适了，现在只有1.3%，所以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也是绝佳的时期，让政府呢去进行更多的借贷，然后再投资，以此来造福未来的几代人。是这个，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想干事儿，但是没钱怎么办？借。而且他也提到了，他说呢，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符合了我们储备银行行长 Adrian Au 一直在要求政府做的。Adrian Au 一直就在说，他一直就呼吁政府应该拿出资金来帮助刺激经济。其实就我们说啊，去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刺激经济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去投资基础设施经济的建设，不仅仅是说你基建变好了，更主要的你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所以他就认为说，哎呦，总算是等到了这个机会，政府现在开始决定要去借贷了。那么借贷到底是借多少？政府也没说，只是说要加大幅度。我们来看啊，首先呢，当时上一届我们说国家党政府的时候是说要把借贷控制在 GDP 的20%。那么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呢，是把这个比例20%的上限变成了15%到25%，变成一个浮动的比例了。那如果是按照25%最高的这么一个上限来算的话，现在还有数十亿纽币的这么一个贷款的额度，也就是还没有用光，还可以继续贷。那么换句话说呢，很多人就听完了啊 Grant Robertson 的这个意思，就说哦，那我懂了。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说，你明年完了，我又要开始批评了。没事，但说无妨。我尽量控制啊，控制我自己。你要控制你自己，对吧？来，我也拽一拽。对，来先说吧。就是，那我
那该怎么说呢？算了，我就直说啊。那所以他的现在的这个，很多人说，哦，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明年大选了嘛，我们现在基本上有5%的，换句话说，换算下来有数十亿牛逼的贷款是可以借的。是。然后我们就拿着数十亿所谓的去建基础设施。那另外一种方法来说，不就是发糖吗？现在我们看到第一笔糖已经是发给了学校嘛，这不是其中的数十亿当中的4亿。已经承诺给学校，让他们去修缮校舍了嘛？对。无论如何，这个校舍的修缮，我再次强调，是对学校是好的。没错。你的确有很多的学校的校舍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很多甚至有霉呀，什么出现裂痕呐，但是没钱去修。因为有一个数据说，大概新西兰有70%左右的这个校舍啊，平均的楼龄都超过40年，就是很老了，所以修一修也是个当务之急，也是必要的。只不过就是它的这种方式，我还是觉得。说它是发糖，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吧？就是怎么讲，考虑的还是不够那么的全面周密，或者是说你这很明显的做的太明显了，就是我要把它告诉你个总和，听起来很壮观嘛。如果你每个学校，比如说只是你的校舍坏了，我给你拨款，你修吧，这样听起来不够壮观嘛？对，你一下子宣布4亿，这听起来多壮观呢？当然我不是说这是针对工党，哪一个政党面对大选之前都是这么个做法，对不对？都是要告诉大家个总数，只有听到总数，大家才会亢奋。哎，这个说的就很客观了嘛，对吧？好吧。这个钱确实是一方面要想好怎么花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钱从哪儿来也是，你不能光给人画大饼，对吧？那包括这个数十亿纽币的这么一个贷款额度，能不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就给它用掉？这个现在也是个未知数。其实说真的，哪个地方不缺钱？数十亿够干什么的？是，那就赶紧借呗。就是医院，你说你学校年久失修，那医院的设备不失修？那医院的设备都已经老旧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不足到什么程度？那经历过公共医院的朋友都知道吧？没错。那排队，你要是不流血，你要是不立刻就，比如说怎么样？你都轮不到你去看病，那你说谁更缺？他们不缺吗？那医疗的那个缺，那是几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吗？那你得借多少才能把这个窟窿补上？不过这个我们也要批评一下国家党，的确是过去9年当中太多的所谓的款没有给人家，就说没有落实到位吧，没有落实到，或者是没有给上，所以导致就是积压到现在这个状态。你急需不过这个工党说的也对，你靠我一届政府3年解决，不可能。但是你怎么解决？你是靠借贷解决，或者是你只是到了年底的，就比如说快临近大选的时候，你才说我要借贷解决，那你前2年干嘛去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该批评还是要说的。好了，这件事情关于钱的事儿，大家可以说一说。通过借贷来开发或者是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这个支出，您认为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向？对于我们新西兰来说，会不会是一件好事？您认为是借贷？现在是不是时候？是不是像我们政府说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借贷完了之后，我们到底这笔钱能不能真的帮助新西兰所谓的基础设施朝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没错。哪一个方向是您觉得，或者哪一个领域是最觉得该值得去投资的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对，热线电话您熟悉的9293-906，那当然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YouTube 上面的直播留言，以及我们的微信群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是。那么就说完了这个，就直接跟大家接着往下说，就不说这一次年度大会上，除了宣布4亿纽币的拨款给学校之外，也宣布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给教育部的所有的员工涨工资。强调啊，不是给老师人家已经涨过了10%几来着，所以这次涨的不是老师了，也不是校长，而是说给那些辅助人员涨工资，涨到什么程度呢？全部实现生活薪资。对，生活薪资也就是21.15纽币的这么一个时薪啊，而且呢，对于工资已经高于这个水平的教辅人员说啊，那你看别人都涨了，我没涨是吧？那我这不是心理不平衡啊，被落后了吗？是吧？那怎么办呢？可以再获得一个3%的涨薪。那据说呢，这个政策出来之后，会有3万名的教辅人员的生活将会就此得以改善。而且呢，据说除了我们刚才说要涨到21块1毛5的这个生活薪资之外，还要设立一个50万纽币的职业发展基金，对于那些比如说想要进一步去进修，或者想要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突破的人，也可以向这笔资金去申请款项，来帮助自己
成长。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教学助理来说的话，这个涨薪其实涨得还蛮多的。如果说按照有一部分啊，现在目前拿到最低的也就是17.7块的这么一个最低法定薪资的人来说，如果说涨到了生活工资，那相当于涨幅实现了19.5%，将近25%的20%的一个涨薪，对，还是蛮高的。而且他据说啊，说现在在学校当中的这种辅助教学的，比如说是助理老师，或者甚至是包括学校的一些什么清洁工人都算在内，他们有90%拿的都是最低工资，所以这一部分人全部都会涨到生活薪资以上，也就是都会涨到21.15块以上。是，那这个希望尽快落实吧，对吧？他现在是政府给出了这么个承诺，然后呢，但是今天就是叫什么 NZEI 也是教师的这个工会，会就此来进行投票，看是否接受政府的这个涨薪的方案。背不住人家还不接受，还嫌少呢，是吧？那谁知道呢？如果要是他们嫌少的话，那是不是政府拿回去要继续再涨？这都是啊，在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年度大会当中宣布出来的信息。还是尤其是对于教育领域来说，很多糖哦。没错，这一下子吃进去不会觉得齁的慌吗？哎呀，小心糖不能这么说了啊！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所以就说到这个涨工资嘛，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我说涨到生活薪资这件事情很难逃脱，我们开玩笑嘛，就是是不是会逃脱那个什么裁员？不知道这个教师这方面会不会逃脱裁员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如果说你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咱们辅助的这些工作岗位啊，也保不齐的会有一些裁员。但如果说单纯从教师这个角度来说，教师本身都不够用呢，还裁员，这是整什么幺蛾子，对吧？所以我们来看吧，这个也是好消息嘛。那说到涨工资，另外一个就是人家可能看着也挺眼红的，但是现在还没争取到的就是公交车司机。是。带给大家的好消息就是呢，公交车司机说了，成天你说公交车不开，这么罢工也不是个事儿，这影响到大家出行啊，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换个方法罢工了。怎么罢工呢？不收大家的钱。公交车我们照常运行，但是你上来你不用给钱。Go Bus 和 NZ Bus 两家公司现在都不收钱。大家坐公交车，如果你上去，司机说不要钱，不要意外啊，这是他们罢工的形式之一。是这个形式，你别说，倒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是吧？这个工会也是动了脑子的，也不是说随便的。你罢工不是被人恨嘛？对，这样既不激起民愤，也能表达自己了。而且我觉得你要长时间，现在已经说啊，这个做法有可能会持续到圣诞节，你这差不多有大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损失也够公交公司喝一壶。来，时间关系啊，已经到8点45了，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罢工的事情。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Is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Brisa Road Rainman。
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 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 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 0962303366。早上的8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刚不就说到说这个罢工啊，各个工会啊，你别说这个工会也是压抑了很久啊，总算在这一届政府当中发挥了爆发了它的作用。因为我不知道是以前可能就是政府不太待见工会，或者说他们的很多的声音没有得到抒发，所以这一届当中，哇塞，我才知道新西兰原来有这么多工会，是，而且每个行业恨不得都有好几个，然后你就会看到此起彼伏的不同的声音出来。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叫雨后春笋，是吧？头2年不知道干嘛了。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多，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工会的存在，而且也发现他们其实很会谈判的。以前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就都好像没有发现他们这么厉害。但是谈判是一方面，我发现啊，就是谈判谈成了，那就皆大欢喜。当然也不能说皆大欢喜了，肯定有不高兴的，对吧？比如说该出钱的这一头。那么如果说一旦谈不成，那就罢工呗。我发现最近这1-2年，其实罢工还是蛮频繁的。那叫满吗？对，有几个，尤其是比如说教师。是吧？或者说公交司机啊，这是罢工，不是说1年1回这么简单了。所以他就说嘛，他说这个罢工有人就在讲，就是比如说拿教师罢工举例，教师罢工影响的不仅仅是孩子和老师，还有学校了。你后边有家长要请假吧？你家长的雇主是不是还要给工资啊？那你假期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整个的嘛。他说这个罢工其实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啊，真的不仅仅是你所看到的，比如说只是学校是不上班了那么简单。反正现在呢，就跟大家说嘛，说大家坐公交车的倒是挺好的，不需要花钱。公交车 Go Bus 和 NZ Bus 这2个加一块儿，基本上占了所有的就是新西兰，我们就说新西兰所有公交线路当中啊，差不多占了90%了。当然不包括火车和轮渡啊，只是说公交车不花钱。大家都可以去了。那么现在这个工会在积极要求什么东西呢？就是要争取司机的合理的工资，还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并且要解决大部分司机超长工作的这种情况。是，就据这些司机是说，他们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个也是怎么讲呢？工作的特殊性，因为你要照顾你这个车辆的班次，还要整点。然后就说现在又塞车，对吧？本来中间可能有个15分钟、20分钟的休息，现在一塞车没了，他就得立刻走了，所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是之类的。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也是挺严峻的吧？但是就是作为资方的，比如说 NZ Bus 和 Go Bus， 他们现在面临的困难
也是很大呀，肯定是比较头疼。那当然了，其实像这种公交车，虽然我还继续服务，但是我免费的这种方式，我估计也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从运营公司的角度来说，肯定也是越早恢复正常越好。虽然说这个坐公交车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他有点是点，你天天光这么不要钱的在街上跑的成本，那也是长时间负担不起。就听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个新西兰这边啊，其实它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公共交通就是人少。你说这怎么办？你说对于资方来说，他也想挣钱呢，那没人坐，你说他靠什么盈利呢？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讲啊。我们来看吧，看这个公交车的司机罢工到底会到什么时候结束？这一节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快速的把那个Simon Bridges 办公室的这件事情跟大家来稍微说一下。在整点新闻的时候呢，志鹏已经跟大家来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个 Simon Bridges 他的竞选的办公室不是在陶朗港吗？对，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就有一群呢，就是反灭绝的那一个抗议的族群，大家都还记得吧？就是走上英国街头。是。他这个组织叫灭绝叛乱啊，是还真的是有点，这是在大英博物馆吗？对呀，在英国的时候，这个穿的衣服还真的是有点吓人。虽然说他们也是想起到这种就是引人注目的。导播放全屏看，你能感觉出来，这个被压缩了一下嘛，它就会被拘在这个小小框里。你把它展开看，哇，还真的是有点瘆人的感觉，涂着大白脸，然后他们想表达个什么诉求呢？就说反灭绝嘛，就说也是气候变化嘛，然后造成了很多物种啊、环境的破坏，甚至有的物种都灭绝掉了。对，就这意思。你说吓不吓人？是，这就说不好听的，这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邪教组织呢，真的是吧？所以这就是最近在英国看到的一张照片，我找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组织的新西兰分部，然后去到了 Simon Bridges 的办公室，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是呢，他们也是在 Simon Bridges 的办公室的台阶上去淋了一些东西后来被查实说不是油漆，是糖浆，但是他们淋的那个符号啊，或者那个样子，其实就是他们反灭绝的这个组织的标志。对，上面看到一个圆圈，里面有一个头顶头的这么一个三角，对，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标志。那他为什么会去到 Simon Bridges 的办公室去喷，或者是去撒这个东西呢？原因就是说，他说这一次抗议是为了回应全球石油巨头在新西兰海域的活动，而 Simon Bridges 办公室门口的这个所谓的石油，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有机糖浆嘛，那这就是为了表达说这是国家党当时允许他们这些公司在新西兰来开采石油，所以他就去反抗嘛，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而且当时的现场啊，我是看到就是他们有拍回来的状态，就他有一个人在那边淋这个糖浆，后边那些人就起哄，哇，什么胜利，就那种，你看起来也是哇，还挺。哎，这总共也就是我数了数十来个人，是吧？对，这些人还挺厉害的。对，就是当然有自己的这种怎么想呢？一个理想或者抱负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说，有的东西你真的没办法做到那么绝对。你保护环境，那发展不发展了？要不要挣钱了？要不要发展经济？就是要不发展，没有钱了，吃啥喝啥。所以他们不是去前段时间去惠灵顿占人家银行门口嘛，不让人银行运作嘛，一个意思嘛，就是不让发展经济，不让资本社会。那以后就原始社会呗。那是背不住，他们很愿意哦。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当然 Simon Bridges 当时他不在办公室内，然后他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说了，他说呢，尊重这些抗议的人群来表达自己的声音，但希望他们不要以特别极端或者破坏公物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前段时间他们不还去那个惠灵顿的那个就是我们说不是惠灵顿的那个鸟巢，不是鸟巢。蜂巢，就是我们说国会大厦门口，在那边也是抗议，破坏了雕塑，等等等等，就是现在都是这样。你这个破坏别人东西，你也不符合你环保的理念呀，对不对？你破坏了，你不得重新修吗？反正是搞不懂。当然了，想表达声音是没有错，但是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但是我真的，你就说，你说在新西兰这边，相对于英国，我们算平和的了吧？你看英国的那个照片之后，你说这批人会不会之后就越发的极端呢？那有的人见样学样，保不齐又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说这些人就说会不会像哪一三天像灭霸一样，说我们这些人就我们打个响指少一半是吧？就之类的，就说我们是如果不支持他们的想法，我们就是落后的，对吧？我们是那个
不积极和不先进的那些土老帽，我们会不会被灭了呢？反正，如果真是这样想的话，我是肯定第一个站出来不认可的。我不知道别人第一个被灭了的，是不是？好的，时间关系啊，已经到了8点57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和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啊，我们进入到杨议员时间当中。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 0962303366。Resin 特价优惠。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Rai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 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2日，星期一，农历11月初7。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选区办公室遭破坏 ，Simon Bridges 和环保人士隔空互怼。上周六，位于陶朗加的 Simon Bridges 选区办公室门前聚集了许多前来抗议的气候变化活动人士。这位国家党党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他的选区办公室被全球环保抗议组织灭绝叛乱的成员破坏。抗议者将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滴在台阶上，其中可以看到灭绝叛乱的标志。
Bridges 写道：“我尊重你们抗议的权利，但不同意你们破坏他人财产，比如你们对我的选区办公室造成的破坏。”灭绝叛乱组织在 Facebook 上发帖称，这次抗议是为了回应全球石油巨头 OMV 在新西兰海域的活动，而 Simon Bridges 办公室门前肮脏的石油实际上是有机的蜂蜜。圣诞又有新去处，西海岸全新步道正式开放。8年前，派克河发生矿难，29名矿工不幸遇难。之后，应遇难者家属的要求，新西兰在西海岸建设了全新的 Great Walk Paparoa 步道，以示对遇难矿工的缅怀。步道中的一部分将会通向当年事发矿山的入口。11月30日 ，Paparoa 步道的开幕仪式在 Black Ball 举行。周日早上，步道正式对公众开放，当天就有数百人前往游览。步道全长55公里，耗资1200万纽币，是第一个同时为山地自行车骑手和步行者设计的项目。步道途经原本不对外开放的一部分帕帕鲁瓦国家公园。目前，步道的中间段尚在维护，游客无法走完整个步道，预计将会在圣诞节前完全开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运回越南。越南外交部日前表示，英国货车惨案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已被运抵越南，并移交亲属。据越通社报道，首批16名遇难者遗体11月27日由飞机运抵越南首都河内，其余23名遇难者遗体和骨灰于11月30日运回。遇难者遗体和骨灰抵达河内内排国际机场后，被移交给其生前家乡所在的省份代表，由相关省份送回当地，交由亲属安葬。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裴青山此前表示，为尽快让遇难者遗体归国，越南政府将先行垫付所需费用，遇难者家属可在事后将相关款项交给政府。乌拉圭选举法院宣布拉卡列当选新一任总统。乌拉圭选举法院11月30日宣布，在完成对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所有存疑选票的清点以后，民主党候选人路易斯·拉卡列波乌的最终得票数超过了广泛阵线的候选人丹尼尔·马丁内斯，当选新一任乌拉圭总统。乌拉圭选举法院公布的最终统计结果显示，拉卡列在24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中得票率为 48.8%， 马丁内斯的得票率为 47.3%， 另有部分弃权票和废票。马丁内斯已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败选，并向拉卡列表示祝贺。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奥地利适宜小镇遇火灾，至少4栋房屋严重受损。当地时间10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小镇发生火灾，至少4栋房屋严重受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播报的。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在经历了1周的非常温暖和祥和的天气之后，从本周开始，新西兰将会迎来一股风暴，而且降雨的雨势都会不小。今天还好，可能是以阵雨的情况为主。奥克兰今天最高是24度，最低12度。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基本上都是阵雨。
雨的天气情况。那么气温方面呢，倒是不影响热。你看 Napier 最高气温仍然还是在29度，最低是15度；惠灵顿稍微凉快点，最低17度，最高是20度。那么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而且南岛北部的西海岸雨势相对来说会比较大。那么在气温方面 ，Nelson 最高是19度，最低17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的南部地区，南岛南部今天也全部都是有雨的天气，而且气温呢稍微有所回落。皇后镇最高是19度，最低是12度；基督城稍微热一点，最高温度是23度，但是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明天，那么这一股降雨呢，在明天啊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一些，但北保北部可能稍微来说还是会好一些，基本上还是阵雨为主。那么气温方面呢，绝对不影响气温炎热啊。奥克兰明天最高仍然有25度，最低是15度；惠灵顿明天最高20度，最低14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实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大
大家好，早上的9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那么今天是周一，照例又是杨议员时间，再次欢迎杨议员来到我们直播间。早上好，杨议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们好。好的，那么杨议员呢也是马不停蹄的，刚刚回到新西兰，我们就得赶紧把你拽到节目上来。上一周啊，我们是跟那个就是也算是国家党的新星是的 Christopher Luxon 来聊，他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他，也是就是感觉上好像跟想象当中的不是特别一样，可能更健谈，更接地气，所以大家就很开心的和他来聊聊天。那么这一周呢，我们请杨议员回来，也是积攒了一些话题，赶紧跟杨议员来聊一聊。首先呢，当然是借着这个热度啊，就说到了工党这一次年度大会当中发的糖，但是他也提到了说这个钱肯定要靠借贷。那么关于这个借贷，不知道国家党的是怎么来看的呢？我这么讲哈，如果说一个家庭过日子，他缺钱，他是尽量节省，但是依然缺钱，他要借点钱，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他本来钱是够的，但他乱花钱，都要去借钱，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什么工党政府属于这个后面这个例子，他本来有钱，但是他浪费了很多钱，现在要借钱，我们认为这就是他的问题。不是说现在基础设施这种建设去借钱这个事情本身对了，对，而是说他到底这个钱浪没浪费掉？就是说这个钱他是否本来可以不借，你就可以去有这笔钱去投资的。但是因为你前面花了很多钱，比如说我们这高等教育免费，我们说30个亿给优先党搞这个什么经济乡村经济的发展，就浪费了很多钱。这样的话等于是呢，把钱花掉做到了，你就没钱了吗？然后你这钱花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收益，借钱来干别的事，这个我认为是不对的。而且其实说到这儿，现在很多的我们说听众也在诟病的另外一个点，就在于他的这种大笔的借贷，然后再大笔的去进行投入，会不会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有点太集体发糖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总数告诉你才足够震撼，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味在呢？对，就是呢，他目前来说哈，我感觉就是呢，因为他要大选了嘛，他的确也感觉到呢，新西兰的基础设施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喊，你这个2年你啥也没做，基础设施哈。当初我们在2017年执政竞选的期间呢，说有10条全国性的高速公路，他上来之后咔咔咔全砍掉，对，然后呢说他建铁路，铁路也没建，对吧？对，这个就他整个耽误了2年时间。现在感觉老百姓怨声很大，当然行业怨声也很大，感觉这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还得做呀，怎么办呢？你得借钱，那钱可是以前已经花掉了，只好借钱。所以呢，我们是说呢，就是呢，一个政府你投入基建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是。新西兰这个基建本身已经远远落后了，所以我们说是一个危机。那么呢，但是呢，你在执政2年期间，你把基建往后推，什么也不做，然后发糖果，为其讨好的盟友，把钱都花光了之后，说，我得搞基建了，借钱去。这个呢是这政府治理无方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倒置的，或者说规划有问题，就是你整个的计划是有问题。不是他的很多政策就是政治政策，不是经济政策。他就是为了政治利益。是输送政治利益，然后呢耽误了或者说损害了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的经济利益或者国家经济利益，导致于现在呢，他回头来看不做也不行，是或者说呢，他如果不做的话，明年他可能更困难，所以话就我借钱来做，他只能是这么个解释。其实说到缺钱啊，现在也不仅仅是说我们说国家缺钱，其实各个党派现在看起来也缺钱。这个政治现金这件事情或者政治捐款这件事情啊，在过去的这2周特别火。我一直想请杨议员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政治捐款，因为它是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或者这种选举制度当中一个必然的产物。对的。那这个东西给大家讲一讲，它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集的呢？因为竞选需要钱，这大家都知道的。对。那么呢，政府呢，它实际上是会给一笔钱给各个党竞选的。OK。它根据党的一些这个规模呀、人数啊等等来，它有一个比例来给那个党竞选。原来还有党。但是呢，它不是100%由政府拨款。是。所以各党要筹款。筹款本身呢是被认为是民众参政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说，对，它就是拨款本身不仅仅说是政府没钱的问题，而是说让老百姓通过捐款来表达他的政治意愿。
哦，原来是有这个。对，这是一种表示，就让我给你钱，我支持你嘛，这表达我的意愿嘛，这是我参政的方式嘛，对不对？这是民主的一个体现。那么呢，但是呢，捐款本身呢又受到某种限制。对。什么限制？就是要透明化。对。就是说呢，你给多少钱，那么我们西安政府有个规定，比如说你捐款这一年度，这个年度里面。你给这个党累计捐款超过了15000块钱，15000是一个线，那么在年底的时候呢就要公开，是累积不是一次性，是累积的。如果说是你超过了3万块钱，10个工作日必须需要就等于是你上报给这个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就公开它，公示，这透明性，是对吧？那么优先党的问题在哪里呢？优先党问题成立了一个 trust， 一个基金会。根据法律，基金会给你捐款，它只有基金会这个本身它公开的。那么谁给基金会钱是不公开的。懂吗？是。就说呢，如果说你们给优先党钱，你超过了15000，那么你们俩都要公开吧？对。可是你给基金会，你就不用公开了。基金会给钱给优先党。它只有基金会公开了，就这个捐基金会给优先党多少钱？但是优先党他一直在说，我这可不是捐我这是贷款我还要还的哟。他说他是这么说的嘛，就说呢，他的目的就是逃避，就不公开捐款人。这是一个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他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符合我们认为透明度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有个基金会，我们基金会是所有捐款人全部公开，就跟正常的一样。所以我们俩是不一样。他是说你们也有一个，对，你们也有，对，我有听到。但是我们所有给我们党基金会捐款的人，超过限额就跟一般人一样，全部公开。而且有记录，可以查。是。就是透明度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优先党就故意的去躲避，不公开，通过这个所谓的 trust 来捐款，而让捐款人可以隐瞒起来。所以说白了，这合不合法？合法。但是透不透明？不透明，对，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这就是问题。而且呢，还有就是呢，他的很多捐款人以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捐款人以为给这个党了，结果他把钱转给基金会去了，然后基金会转成个党来，所以捐款人也很生气啊。他本来我就要给支持你们党的嘛，你这把我算个捐款人嘛，对，搞了半天我钱不见了，到基金会去了。是。而且这个基金会还一再强调，优先党就说我们说优先党党魁他就说嘛，就说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的什么律师来做的， 对吧？他找借口就是那我只管我们这个政策，我们党的东西，那个东西不是我管的事情。对，这个是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对吧？是，其实说这是一部分，就我们说这个政治的捐款也好，或者说这是一种参与我们说大选的形式也好啊。另外一个，其实最近也大家在说的，就是这种，比如说国家党有自己的 club， 像俱乐部，对。然后呢，工党最近呢又开了一个 business conference， 开始收这类似于像企业的钱，这是不是也算是政治捐款的一部分？是政治捐款，对，是这个我们是有俱乐部，我们希望几乎所有国会议员，我们国家党的国会议员都会成立一个俱乐部。我有个俱乐部，我可以做广告，我有个俱乐部，我欢迎大家参加。他每年我要收点费用，然后呢，我请他们吃4顿饭。就4个聚会就是，然后呢，我请我同事过来讲一下政策，就嘉宾，对吧？那么呢，也有跟嘉宾交流的机会。跟嘉宾交流，对，这我就搞4次活动吧，4次活动4次晚宴，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过来提问题，我也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认为支持我们国家党，支持我的一些这个人士的一个俱乐部。对。这个呢是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参加，但人数呢我们是不能搞太大，搞太多了之后呢，就俱乐部本身的搞活动就等于是就不是很有效嘛。是。有一定的数目，一定的人数限制。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国会议员也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呢搞个俱乐部。实际上呢，俱乐部可以叫像我现在叫华人执政俱乐部。是。还有这个商业俱乐部还有别人搞这种，对名字大家随便叫。那么呢，目的就是说把他的支持者团结起来。一方面是呢一定的筹款方式，但同时呢也是来跟这些支持者保持定期的沟通。对，这是我们这个方式。那么工党他们呢当时就批评我们，是因为他们很难搞起来，你知道吗？他们支持者太差了，很难搞出来这种俱乐部。然后呢说你们怎么着这个，
那么我执政期间，当然是我们有部长，因为部长是我们党的人嘛，对吧？对。那么现在我们不执政了，我们没部长了，照样请他们来，是，对吧？就是呢，但是他们呢执政之后呢，他们觉得他们也可以搞个这个筹点款哈。然后他们还说跟你们不一样嘛。对对对，他们当时是批评我们，现在他们觉得呢，他们也缺钱啊。其实工党现在很缺钱啊，怎么办呢？那要想办法弄点钱啊。他说：“哎，我们也搞个收点钱，那让这个部长来讲话。”对，他说：“这部长不是部长哈，是国会议员哈，是国会议员。这种实际上就是此地无银这种感觉哈。而且我觉得他最有趣的，他是一直在强调说的是说这个我们可不是都收钱呢。如果要是那些比如说是非营利组织，我们是不收钱的。所以他们不是为了类似于说不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他们讲嘛，就是说呢，这不是所有人都交钱嘛。对，有钱的人、商业人就来交钱，来交钱嘛，还是占多数的。但问题是你让他那些 NGO 人交，他不来呀。你让那非政府组织来交钱，他不来呀，他没法解释啊。他没法跟他们大家解释。本来我是非政府组织，本来我的钱都是别人捐款过来的，结果你还让我交钱给这个听那个部长讲话，这个他们说不过去啊。商界人士呢，他可能是想表示一种支持，总而言之，他也愿意交点钱，这么个意思。那么我觉得是呢，本来你要怎么做，本身我们也没什么说，没什么批评的，很正常。但是呢，你自己做这个事情，以前还批评我们，这就是很虚伪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多事情你就看啊，这个解释起来啊，本来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解释的就不一定解释到哪个方向。而且他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好像1500块钱一个人，对，总共就收上来4万左右。那天我记得新闻当中，哎呦，那对于差不多，他那个媒体上说可能4万块钱，这种东西呢，就是呢，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他以前是攻击国家党，现在自己来效仿，甚至于说呢，我还不仅仅效仿了，我记得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没有说开会收别人钱的，但是我们俱乐部是有这么个形式的，我们是有俱乐部形式。并不是国家党开会的话，实际上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来。而且他的这个是不对媒体开放的，就不知道啊，是不是？这媒体是不能进的，所以那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他就只是媒体爆出来说有这么个 business conference， 但是媒体不让进，就只是交了钱的和那些没交钱邀请的可以去，所以谁知道呢？对，反正是现在是工党，现在也是这个，因为党主席也辞职了，刚选了个新的，内部比较混乱。这个比较缺钱，所以想办法捞点钱，就这么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您觉得这个如果说从盈利或者挣钱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对不对？他就是太缺钱了嘛。好吧。所以这内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好了，这件事就说到这儿，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其实还有个重点呢没有提到，是本来这个政策就是我们说国家党的治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是在上周就说了，只是上周杨议员没有过来，所以还是请杨议员给大家稍微总结总结。主要的目标还是放在了黑帮上哦。对，实际上就是上周周一不是周一就是了，那是周二、周三发布的，当时我在海外。那么呢，基本上就是呢，几条线索。当然黑帮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打击黑帮。目前呢，因为这个从2017年10月份，就是工党执政以来，这2年多的时间里面，黑帮人数加26%。对，黑帮人数增长得很快，增长26%。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呢，一定要遏制黑帮的增长，这个人数增长扩张。现在他们都在走 PR 的路线哦，说自己并不是。还找公关公司形象宣传那种。但是你想想看哈，这个穿那个黑帮那个衣服，那个这个纹身，这个在街上走，这个是算是挺让人害怕的，对，是吧？而且很多的东西呢，黑帮一些里面争斗或者犯罪，老百姓是不很清楚的。但是很多罪案是跟黑帮连在一块的。是。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呢，要遏制黑帮的增长，那么要成立一个特别的单位或者部队来专门打击黑帮。这是一个步骤之一。当然还有就是呢，一定要让我们受害人有更多的权利，是要给那些罪犯更多的威慑力。这都是一些基本的，我们认为是常理性的东西。那目前这个政府呢，就是对受害人保护不够，对犯罪分子太多的权利。是这些就是我们认为是目前这个政府走的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不是正常的一个路径，来对付这个犯罪分子。他们过多的来讲究
这个什么犯罪分子的这权利。但是他们一直啊，就说我们说工党拿这件事情来指责国家党的点就在于说，哎，你看你们过去9年一直这种方法呀，可是降低犯罪率了吗？或者是说，你说我们治安变得好了吗？没有啊，那是不是因为方法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改个方法？那你们说工党治安就更好了吗？人时间不够嘛，对不对？事实上就是呢，我们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现在如果是一个犯人进了监狱，知道说你奈何不了我。对。过段时间我还出来了，你不是想减少监狱人数吗？我更不害怕呀。过段时间我出来了，这但是时间很短嘛，他重新发落嘛，他整个就没有对罪犯没这种威慑力。是。犯罪成本太低。事实上，我们这种期间，我们也认为，事实上还要应该再加重一些，有一种威慑力，但现在威慑力是不够的。是。那么工党呢，它威慑力就更轻了，对吧？他现在是大力提倡的是什么呢？他甚至于说不能叫犯人，他要叫什么？他改名字，啊，还不能叫不能叫姓，要叫他的名，要很亲切，是吧？要更人性化。这我第一次听到。你没知道吧？我没看到。哎呀，他不能叫 prisoners。他叫什么？这个是叫这个我们所关注的人。然后呢说呢，你不能叫说杨建哈，不能说哎杨，那叫建。就是感觉啊，你没看这么讲，这报道了。今天刚听您说。哎呀，没看到。一报道了，这个连监狱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的。他觉得说他说呢要给他们关爱，给他们关怀，让他们感到温暖。老天呀，那谁给那些受害人温暖呀？所以这就是他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可笑的地方，就是他过多的去考虑罪犯的权益，他不去考虑受害人的权益。是说要给他们投票权，要他们尽早的让他释放到社会上来，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他没有考虑到他们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对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今天在讲基本说那个英国的那件事情，现在英国民众也在讨论嘛，他就是。怎么说呢？就以前犯过恐怖袭击罪了，结果没关几年放出来了，说有戴那个脚环，就说呢监控他的一些行动，结果再犯案了。所以英国民众也在说你这种你真的就觉得他改过自新了？你凭什么觉得他改过自新了？他出来又杀了2个人。同样的事情，你说在新西兰大家不担心吗？对不对？事实上有很多这种前科的人呢，他们出来之后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呢，像这个黑帮的这种 parole 就假释，我们就是要给它严格的管理。假释本身它不是一种自然给你的东西，对，而是一种我们给你的一种权利。但如果说是你不值得拿这东西，就不能给你。对，不能让所有的罪犯都觉得没事儿，我进去几年没关系，反正我可以假释。对，这种就出来了。不行了。这些我们都是要从严的。基于这些呢，就是当然还有很多，但基本原理就是呢，对那些真正的罪犯要严戒，也要给他严惩。而且我们要强调，这个还是讨论文件嘛，讨论文件。对年轻的，比如说你年轻18岁以下，你犯罪了，如果说你能够读书拿到 NCEA Level 2，你能够找工作，那么我可以把你罪案经历给它抹掉。但如果说你后来又犯了，我再犯回去。是。总而言之，我给你一个机会，去改过自新。这都是我们认为说可以去探讨的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9点30分了。今天听杨议员这么一说，也就是听清楚了很多的事情。也捋清楚了，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杨议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再见。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33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Panda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9点半过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的新闻。刚刚杨议员说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看到这件事儿，我竟然没有看到，有点意思啊！就那我赶紧去找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这个是那个惩教部。他们呢也没有说要求大家，是说惩教部内部，就惩教部就包括什么监狱啊，什么就是这个部啊之类的，就这些所有的人，他们现在开始呢叫这些罪犯不叫 prisoners 了，不叫罪犯，他们改了个名儿叫 men in our care。我们照顾下的人，我们照料下的人啊，反正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人是吧？但关怀的，对这个照顾，就是有点跟有个词儿叫失足妇女，我不知道你听过对吧？也是同样的意思，可能叫法是听起来有一些差别嘛，但是那意思不还是那个意思？关键他都已经入狱了，他的罪名都已经成立了，怎么不能叫罪犯呢？关键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东北话都被逼出来。对呀，还得叫他的名字，不能叫他的姓，对，不能叫他的那个 last name。这是，哎呀，反正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干，也没啥毛病。就是这样。对呀，这听见你要不能叫孙志鹏，对，这是出来。那现在叫他的鹏，可是我还是在里头关着的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他们就你会觉得他们关注的点啊，有的时候真的蛮有趣的。这有什么好值得去？对，但是好在这么干吧，最起码不花啥钱，也就是个叫法上的事儿，不花什么钱。对，不过也是，你看啊，有很多像我们在电视当中看。那也不仅仅是说在什么亚洲国家了，在西方国家很多也有嘛，就是那种动不动不叫名字只叫号，就是你进了监狱之后，你连名字都不配拥有，你只配拥有个号，那个被很多人去诟病，就说你这对吧，没有人权，你这不先进，你这落后，你这乡巴佬，对吧？现在他们这先进，连叫罪犯都不能叫了，那你说那受害人心里怎么想呢？
万一那谁的名字就是个数字呢？那你咋叫？好了，这个就是刚才听杨元那么一说啊，我们也是跟大家查了一下，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来梳理我们新西兰本地的新闻。刚才说的不也是新西兰新闻？当然是了，这一趴就过去了嘛。好，我们来说，那么刚才不就说到了这个工党年度大会，不是说换主席了嘛？是，一直也没来得及跟大家来说这个党主席是谁，赶紧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党主席啊，真的可以说是他的故事还挺励志的。首先，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 Claire Zubel， 我不知道他的姓我念的对不对啊？因为是一个姓很有意思，匈牙利的姓，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念的是差不多吧，好像是叫 Zubel、Zabel 之类的，这是他的姓。那么这一位可以说是绝对算是职场女性的典范。那么跟大家也来稍微说一说她的故事。我们叫一下导播啊，导播给我们放一下这个新主席的照片呗。对，导播，我们来看看新主席导播给我们放一下新那个主席的照片，以后应该也是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这个公共的视野里面。来说一说他的背景好不好？没错，那他呢是出身自一个难民的家庭，早期的时候他应该是在新西兰出生的吧？对，然后呢，早期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些这个非政府组织里面任职，是，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现在终于成为了工党的一把手。那么他呢，也是在当选之后，也对媒体表示啊，我目前的这个目标就是带领工党赢得2020年大选。这个也要跟大家先来强调一下，就是一个他像我们新西兰这边的政党呢，他有党魁，也有自己的党主席，他有点像什么呢？党魁更像是，就比如说啊，你是这个党派的领导，你要带领这个党真的去参加大选，你以后如果你赢了，你要成为总理的。是。那么这个党魁当然也是大家选出来的，就党内自己投票选出来的。而这个主席呢，更像是 CCO，就更像是一个部门的或者说一个公司的运营的这个人。他就我觉得有一个词叫党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对，有点类似于这样一个就是党编的意思，就他是负责运营整个党的一个人。虽然他不代表，他不是门面，但是真正背后去运营这个党内的事务的就是他。所以这个党主席，上一个党主席辞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因为工党的Youth Camp， 就我们说那个年轻叫什么青年夏令营里边的那个现在已经无罪释放了。对，反正有那么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就辞职了。对，现在那个事儿也就没了。人家说。对吧？你看这个处理也是，但当然咱们不评论这个了，先说说这个新任的主席他的这个自身的一个经历啊。为什么说他励志？因为他呢其实出生在是一个刚才也提到了难民家庭，他的父亲呢是在1956年的时候逃离了匈牙利，那当时肯定是以避难的这个身份，然后就来到了新西兰。在新西兰之后呢，认识了他的母亲，然后呢，他呢本人也是在新西兰这边出生。那之后呢，因为在很多的这个非政府组织里面任职啊，尤其是一些包括福利方面呀，或者说这个社会服务方面的这些个机构工作，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是还是颇有资历的。而且他就提到说他自从啊就是加入到工作，也就是一直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工作嘛，他就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无家可归者，帮助他们找到住房。他工作的很多的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非营利组织都是跟这个相关的，所以他也说了，他说呢，管理非营利组织和管理一个类似于像政党，他觉得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都不是那种靠就是这个公司或者靠这个组织去赚钱的，而是他为的都是说白了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他认为说他的这个背景去管理政党是非常合适的。他也同样，他就知道如何，比如说跟人沟通，是如何呢去把该用的或者是节省一些该用的钱再花到该花的地方。那这样最好。他认为他这是他的就是长处，而且他说他另外一个长处就是说呢，他非常一直在跟所谓社会的一些底层的人士打交道。你看他很关注那个无家可归者，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需求。对，他也真的知道，就说呢，说现在新西兰这个社会当中谁是需要政府去帮助的。所以说他认为呢，他的到来可以给整个工党呢算是注入新的力量，而且他个人也比较的励志嘛，对不对？所以说他是从一个难民的家庭，从公务当中长大，
然后好好学习，好好成长，最后呢就成为了，这也算是国家党不是那个工党当中的一把手了。所以就是希望吧，2个女性，你看现在工党党魁、党主席全都是女性，看看会不会给工党带来不一样的未来。我尤其是看到这张他跟总理的俩人的合影的时候，觉得他们2个还真的是不知道哪儿长得还面相还有点相似呢，不知道没太具体看出来，但是也是希望吧，他的这个也不能说加入了，就是现在成为了这个工党的党主席之后呢，他其实加入工党也有12年了，对，有12年了，对，那现在呢？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也希望能够给工党带来更多的这种比较切实的变化。现在最大的摆在眼前的，不就说那个看钱竞选资金够不够用的，这也是他的工作之一啊。他也说嘛，他说在那种非营利组织当中，其实像他们啊，就当时在管理非营利组织，他说他最大的工作之一也是去筹款。你想想，非营利组织的钱不全靠捐款吗？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在这个方面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面临了这么一个经济上的算是一个窘境吧，所以说临危受命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啊，多去筹一点钱。你要从这个角度想，还别说真的是有道理，有道理，就找这种人来参加，他对筹款这方面应该是很有经验。对，赶快把社会关系都用一用，多给我们筹点钱，是吧？好为明年的大选做准备。好了，那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9点40几分了，就说到这个大选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这一节说不完，就下一节来说。就说呢，现在其实虽然距离明年的选举还有1年的时间，但是关于选举陆陆续续各方的新闻都出来了。比如说一会儿就跟大家啊，这一节我们就可以稍微开个头，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说，就说呢，现在奥克兰中区的这个选区其实是成为了就是比较竞争激烈的地方。其实每一届大选当中，奥克兰 Central 就是奥克兰中心的这个选区都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过去2届全部都是 Nikki K 和 Jacinda Ardern，Jacinda Ardern 是连续2届输给了 Nikki K。但是他俩之间的差距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基本上就差个几百票。你想在一个选区当中只差个几百票，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之小的嘛。所以说就说这个现在人家已经Jacinda Ardern不在选区了，对，人家升了，对吧？人家当总理了。那么接下来这个选区不就空出来了嘛？就说谁来当这个选区的跟 Nikki K 来进行竞争。Nikki K 其实他从2008年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就是一直是这个选区的胜选，就是他，谁上来挑战他都没成功。Jacinda Ardern都没成功，你想连续2届6年啊，那说明民众的基础还是很牢固的。但是就是差距也是很小的嘛，但是就一直就牢固在这个这个区议会了。所以说现在呢就说了，那谁来挑战他？谁能够代替总理，就是我们现在总理的这个位置啊，跟 Nikki K 来进行挑战。那么现在呢就陆陆续续的有人开始报名了。你像工党呢，现在出来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律师，她来代表工党来参选。那另外一个其实很有趣的候选人，或者大家寄予厚望的候选人，就是绿党的。如果大家现在在看电视的朋友，绿党左边啊这位年轻的穿白衬衫的这个姑娘，对，绿党的，她是绿党的国会议员。是她呢在进入国会其实就受到人关注，因为她是新西兰这边30年以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当时进入绿党的时候也是就是多了1个席位把他弄进去的，如果没有那1个席位他就进不去了，也是机缘巧合。但是这一次他现在开始要宣战了，他准备要去挑战 Nikki K 在 Auckland Central 的位置。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到了9点45分了，要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姑娘的故事，也不是一般人。那她到底挑战 Nikki K 能不能够成功呢？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现在的选举的状况。这还真是得打个问号啊！那一会儿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相关的事情。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
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欢迎回来，9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大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继续把这个挑战 Nikki K 的这一位小将跟大家来说完。是，其实当时啊，这个人我们说他叫 Chloe Swarbrick，这个人其实早早的就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年龄小，有激情，而且能拼。而且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人，是吧？当然，这也可能跟他，反正这个性格也是最终决定他加入了绿党，也是有直接联系的。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人啊。这个女孩 Chloe， 她是1994年出生，人家连罪犯都不能叫姓了，所以我们也得叫名。好的，这个 Chloe 小姑娘，没有，她是1994年出生的。然后呢，她曾经就是在学校当中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积极的孩子经常去挑战很多的所谓的不公平，或者挑战一些老师的权利，喜欢维权呗，哎，就之类的。然后她在17岁的时候。高中没念完，他就辍学了，他就不念了。但是不是说人家就去不继续混社会了，对，人家是直接就上大学了。他在奥克兰大学当中呢，也是拿到了就是法学，还有另外一个专业，我有点忘了，是硕士学位，很年轻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就开始跟他的男朋友开公司。我看到他是法律学和哲学的学士学位。哎呦，这2个专业还真的是都有点意思。然后她毕业了之后，就开始跟她的男朋友开了一家公司，开始打造新西兰的本土的一些品牌。后来呢，她在开公司的同时，又去当主持人，又去当新闻的撰稿人，还曾经被评为过某一个新西兰的年度新西兰社区人物什么之类的。然后她那个品牌也是做的
非常的成功，还曾经获过什么新西兰最佳品牌奖之类的，反正这个搞的是挺大的。后来他做呢，又觉得自己的志向不在此，不再做这种公司，他就开始呢去做一些这个类似于像慈善事业，做一些非营利组织的这种活动，他也去参加，也是搞得非常的红红火火。再后来呢，他还参加过奥克兰市长的选举，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儿。当时是2016年的时候，市长选举他就去参加了。那个时候你想他都多年轻啊，94年中才22岁。也是最年轻的市长候选人，他去参选，结果成绩不错哦，第3名哦，哇，还拿到了2万多票。你想市长的这么一个位，他这么年轻的一个人，然后接下来第2年他就直接进中央了，就加入绿党了。而且绿党那个时候呢是多出来的一个席位，他就正好是类似于像补位的这种选手，就进入到了国会当中。所以以94年是20几岁啊，25岁的年龄。对吧？就进入到了国会当中，成为了过去30多年国会最年轻的一位国会议员。所以他加入国会之后也一直没闲着，他发起过很多的运动，其中还有就是针对年轻人的那种精神健康问题的。他就表示说，因为他父母离异，他呢有在小的时候就曾经跟他爸爸待了一段时间，又后来跟他妈妈又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深深的被这种抑郁、焦虑的病困扰着，所以他曾经还在国会当中做了一篇感动了很多人，他自己也痛哭流涕的演讲，说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就心理健康层面的，而且他也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努力，所以后来不是看到很多的政策都是跟精神健康相关的嘛，很多人说跟他也有多多少少。当然这件事情工党也很关注，而他也很关注，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人还是斗士来的，非常的积极努力，是就既有能力也有一定的运气哈。那当然了，现在呢，他的这个挑战，目前在你看的话，你觉得成功的几率大不大？这个东西，这个小姑娘当然是不好说了，因为你看她之前参加这个市长竞选都能排名到第3，对吧？算是一匹黑马了。而且她身上具有的很多这种特质，包括她的一些这种比较符号化的，你看又年轻，然后也不能说叛逆吧，但是比较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特点。对，然后再加上之前这么多的这个履历，就说算是一种光环吧。所以也真的不好说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加分项。但是现在的状态是这样的，因为那个选区当中呢，我们知道一直是被国家党把守着。就是奥克兰中区，可是呢，有一个不同有趣的点是这样的，就是奥克兰中区的这边呢，虽然就是我们说这个 MP 国会议员选的是 Nikki K， 但是如果你要是看党票的话，这个选区并不是国家党的选区，而是工党的。在上一次大选当中，你看啊 ，Nikki K 他个人获得了45%的，这算是就是类似于像个人票，他获得了45%。可是呢，国家党在这个选区其实是只获得了39%的票数，50%其实是投给了工党和绿党的。等于说这个选区并不是国家党的选区，只是大家个人比较喜欢 Nikki K 这个人，所以选了他。所以现在就是有人在说了，说这个小将如果真的去挑战 Nikki K， 如果当然了，这是如果啊，说工党不跟他竞争了，那会不会这个选区的人会把所有的票都投给绿党？会不会就让这个小孩，就是说这个不叫小孩了，这个年轻的议员，打败 Nikki K 就不好说了。这还真是不好说。但是工党会不会就说真的配合他，就说那我们不派人了？如果要是工党和绿党一分散，那肯定是不行了，肯定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败 Nikki K 了。但是如果工党和绿党整合在一起，比如说国家党说不是工党说我不派人了，就要推这个人，这种也不是没发生过呀。像在那个优先不是我们说行动党 Epson 选区，那 David Seymour 怎么选上去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选举人票不是就是个人票投给了 David Seymour， 让他进入国会，但党票投给的还是国家党嘛。就说现在会不会他们的状态就是，那工党说我放弃了这个选区，或者说我不派人了，或者说我派一个不可能跟你有竞争力的人。当然，我觉得如果真是最后选择这么做的话，也得看看这个 Chloe 真正的对这个不管是说现任的这个联合政府也好，能够做出来多大的贡献啊。因为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这种算是政治方面的一些理想或者理念吧，倒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啊，就是各种什么关爱呀、体爱心呀，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抗争啊，为年轻人发声啊，对，类似这样的一个风格，跟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
条款，我觉得倒是没准工党真会有这个考虑。但是我们现在看是工党在就是当地不是也有一位候选人嘛？这位候选人呢，其实是一位律师，他其实呢怎么说呢？他是虽然跟那个哲森纳顿在选区里边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位我们说候选人也没有说我就要轻易的放弃。我好不容易在上一次选区当中，上一次选举虽然我输给了 Nikki K，但是我也是付出了一些努力的。我这再努力3年，我凭什么你就让我走，让给一个绿党的年轻的国会议员呢？人家还不干呢。所以这都是未知数。只不过这个小孩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是宣布了说他有意要去竞选 Auckland Central 了。所以明年的这个大选 Auckland Central 无论如何会是一个激烈的。就是选区，没错，这个是可以预见到的。对啊，因为你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个对手，跟一个在这个地区比较受到大家就是传统上的就很喜爱的这么一个对手去角逐的话，谁胜谁负还真的是，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也会是比较精彩的。所以说，明年我们大选的时候可以来关注这个选区。没问题。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收听，咱们明天再见。明天见喽。